走吧。白灵也不怕，虽然这些大势力的人都向着一念，可他毕竟是万寿国的帝后，若是3个势力一起围攻一个国家，那必定会引起福神塔的注意。他和福神塔的一位神子还算是有些交情。关上修炼室的门，白灵就凶相毕露了。你就是那个贱种，对不对？你竟然活下来了，当初就该将你挫骨扬灰，而不是丢下魔剑。说起魔剑，白灵的眼睛一闪，一个魔族余孽还敢在五州横行？魔族余孽我可担当不起，圣山宗圣红亲自查的，这脏水可不许泼我身上。不管是不是单独相处，他都不会承认自己魔族的身份。不过嘛，有一件事你说的也不错，我确实是那个被你们折磨了18年的孩子。白灵，你怕是忘记了吧？你那个女儿现在所拥有这一切都是从我身上偷走的，可真是好笑啊！小偷偷走了主人家东西，久而久之，他就觉得那个东西本就是他的了。怎么样，要我现在出去说一句，其实我是万寿国另外一个帝姬吗？而你的女儿苏林燕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点心。她和白灵是可以互相牵制的，白灵害怕她说出她女儿的真实情况，而她不希望因为这母女2个暴露出她曾经跌下魔剑的事情，所以她和白灵就像是站在跳板的两端，互相保持一个诡异的平衡，而跳板的下面便是万丈悬崖。你终于承认了，哼，可真是祸害1000年。自古祸害多强大，多谢你的称赞。白灵，如果你够聪明，就该带着你的女儿彻底消失在我眼前，不然我真怕我哪天失控杀了你女儿，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了。你敢？白灵眯起眼睛，她也不是傻子，你不承认你是魔族余孽，我可清楚的知道，该是你忍气吞声的活下去，谁允许你这么和我呛声的？你个下贱东西！可下一刻，一颗魔元素却悄悄地到了白灵身上，她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气上头的白灵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更何况这里还有元心碎列下的遮挡魔元素气息的阵法。一念见那颗魔元素嗷呜一口，猛地咬住了白灵耳朵。白灵尖叫一声：“疯子，你对我做了什么？”一念震了震，突然发现魔元素还能这么用啊！魔元素散得很快，白灵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念笑得很是开心：“挺适合你的，反正你的耳朵长得也白长，身为帝后，从来不听底下民众的诉苦声。”他很想一巴掌拍死一念，可又畏惧在外面等候的元心碎，所以啊，何必呢？白灵，你莫不是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不成？哼，可惜她早就不是了。带着你的女儿滚出我的视线，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一念的声音很是平静，平静当中就让人浑身宛如抵着刀尖般惊悚。帝后咬着牙走了，叶安看了他一眼：“念念，其实要解决他不难，是不难，但是会暴露我去过魔剑的身份。他若是要死了，必定不会让我好好活着。不着急，如今我们都在跳板上，但只要我在藏书阁找到破茧封印的方法，我就会踹他进万丈深渊了。对了，藏书阁，大了，百变，我们走，去藏书阁。”刻不容缓，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圣山宗呢。你们先忙你们的去吧，我这边没事了。袁心碎眼底一片冰冷，和叶安彼此对视了一眼，抬脚走了。叶安也冷嗤了一声，觊觎他干女儿的臭小子，呸！老乞丐乐呵呵的，反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和念念关系最铁了，他不怕。一念从这屋子里面冲出去之后，才发现圣山宗竟然大变样了。如今在圣山宗里面走动的，看他们的装束，竟然都是内门弟子。那外门弟子呢？哟，你醒了，我还以为你还要躺很久呢。不会的，我恢复的一向很快。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藏书阁？随时，现在去。对，爽快，跟我走。一路上倒是碰到了好几个外门弟子，他们正在埋头苦练，而监督他们的正是内门弟子。不想被淘汰滚出圣山宗，就给老子玩命练，丢人玩意儿！你们这样的上去打修邪师那都是喂菜。见一念一直在看，我们内门弟子受了老宗主的命令，全部从外面回来了，准备助老宗主一起整顿整个宗门。圣红已经被老宗主罚了，和圣仙仙一块跪祠堂。袁杰对圣红全无好感，哪怕那是一位强者。这次的事情抱歉了，从你过来开始，外门弟子就一直在为难你。为难？算不上，对我造成了难处才叫为难，他们那点程度还配不上。说得好，你真的太对我的胃口了。要不是我最近要留下在圣山宗帮忙，我一定带你上前线，在那里你这样的一定能成长得飞快。前线？什么前线啊？袁杰脸色一顿，然后立刻闭嘴。没什么，你听错了。一念眯起眼睛，他不可能听错的。
这些优秀的内门弟子，难不成还在和什么东西对战吗？反正一定不是修邪师。说是修邪师的话，没什么好不能说的。这里就是藏书阁了。一念顺着抬起头看去，下一刻却猛地一愣，在藏书阁的牌匾中间，竟然悬挂着一对黑色的魔族羽翼。那对翅膀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啊，是我们以前第一任宗主留下来的。这是灵兽的翅膀？不是，是魔族的翅膀。听说这是初代魔王的翅膀。至于怎么来到我们圣山宗的，长老们也没说，可能是当时那位初代魔王输给我们圣山宗的宗主了吧。初代魔王那就不是老妖婆的，可就算是初代，一念也是十分抵触的，因为他已经觉得自己是魔族的人，自己族人的翅膀就像是一件战利品一样被悬挂在外面，这令他心底涌出怒火，但他垂着头掩饰得很好。这东西挂着也没什么名头，反正魔族都被封印了，你能在里面待2天，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但是我告诉你啊，贪多嚼不烂，2天的时间能学1个灵术就是顶天了，你可不能太贪心，导致什么都没有学到啊。一念强迫自己将目光从那对翅膀上收回来。你为什么要提醒我？我不是说了吗？老子看你就是顺眼，我交朋友看眼缘，才不管你是不是圣山宗的人。他一口一个老子，行为举止也满是豪气。一念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多谢提醒。他迈进那层透明光罩的时候，底下的2个人都没有发现悬挂在上面的黑色羽翼颤动了一下，很轻微的颤动。但随着一念走进去，这份颤动也很快就停止了，重新归于平静。走进藏书阁，一念看见了2个守在里面看起来昏昏欲睡的老头。2个老头身上半点波动都没散发出来，但一念死死压制着自己身上的魔元素。这2个人实力不输给圣红，圣山宗果然是大宗，底蕴和实力都很高。你就是阴念，进去吧。一念朝2个人点了点头，直接从2人中间走了进去。一念走进藏书阁，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抬眼往上看，几乎看不到底，各种灵术奇谈和远古时期的记录，甚至灵兽百科全书都有。主人，好多啊！辣辣挠着头，辣辣陪你一起找，这2天也不够用呢，好抠门啊，好抠门啊！百变也是一脸赞同的点头，温温和小苗也从一念口袋里面爬了出来。我们帮主人一起找。灵术什么的他并不着急找，毕竟那个东西去拍卖场也能拿到。这次来是找解开封印的方法的，4个仔兴冲冲的就要去帮他分担，结果一拿起那些书，他们就懵了。大虫子，你识字吗？百变黑着脸，闭嘴，不许问，我当然识字了。他一本正经的看着书，其实把书都已经拿到了都不知道。窝窝瞅的2只触角都冒出来了，小苗就更加了，他之前只是一颗种子，所以4个小文盲互相对视了一眼，不敢吱声了。一念已经完全沉入书籍的海洋当中了，而此刻的一念不知道左右2个护法这个时候正睁开眼睛开始聊天。刚才那个小丫头就是巨人族那个？是吧？我当时就和老宗主说了，圣红不行，功利心太重，果真还得他顶着老骨头出来善后。不只是圣红不行，那些弟子的品质也不行。听说这次要处置一些不争气的弟子，赶出咱们圣山宗。好事儿，哪能什么歪瓜裂枣的都往咱们这里塞？也不知道那个丫头会挑着学什么灵术。说起来啊，还有一份没有1个弟子能拿到的初代宗主的绝学呢。那东西你觉得咱们初代宗主还能留给外人？别傻了，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主要是那个孩子太邪乎了，我这不是突然间就想到了吗？再怎么邪乎，那咱们宗门的东西还能被他给拿了？不可能的。2人话音落下，外面就传来了女人尖锐的吵闹声。怎么回事？什么人在那儿吵吵？这会儿正在闹腾的正是帝后白灵和白家族老们，因为今天老宗主正式宣布要将白钱和地姬苏林燕2人踹出，不，请离圣山宗。我女儿凭什么要离开？你们圣山宗是不是里外不分呢？要离开也是一念那几个外人离开，要是被赶出去了，那他女儿今后该怎么做人呢？还有白钱，白家人阴沉下脸看着老宗主旁边的圣红。圣红这些年可没少收白家的好处和孝敬，圣红今日也没有在祠堂跪着，直到白钱和苏林燕要被赶出去以后，强行闯了出来。小神境强者要闯，那还是闯得出来的。师父，不能让苏林燕走啊，她天赋不错，好生培养一定能。别说了，你只看见她的天赋，却没看见她的心性吗？圣红满脸冷汗，可一想到白家给他的孝敬，顿时硬着头皮道：但这2个孩子的天赋……闭嘴！
白前在比赛结束后服用禁药偷袭，这就足以我赶走他千百次。至于苏林燕，老宗主对这对母女真是厌烦到了极致。白灵，我这是给你万寿国面子，你自己悄悄地把苏林燕带走，从此和我圣山宗再没有半点关系。苏林燕摇摇欲坠，她当场就傻住了。帝后实在是气得口不择言了，明明已经退婚，却也还是把风寻搬了出来。我燕儿可是武州封家奉俊的未婚妻，你这是要挑战封家吗？封家若是愿意为你出这个头，那就让封家那个来找我，这里还轮不到你这个女人对我大呼小叫。他身上气势一震，震得白灵猛地往后退了一步。你会后悔的，燕儿，我们走。老宗主转身看向了自己曾经最满意的、天赋最好的弟子盛虹，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管理宗门事务了。盛虹猛地抬起头来，如坠冰窟一般，浑身发冷。师父，你不能这么做，我为了这个宗门付出了所有啊，师父。可老宗主已经不想听他辩解了。这一刻，老宗主甚至是感激一念的，要不是一念，他还不会出关，不出关也不知道这些年圣山宗竟然变成了如今的样子。看来一切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好了。老宗主在心底叹了一口气，可他却没有看见被他抛在身后的盛虹盯着他的背影，眼中流出了刻骨的屈辱恨意。一念不知道自己还收获了一波老宗主的感谢，他正找得焦头烂额，没有关于封印的资料，只有2天时间。一念不自觉的就开始着急了，书太多了，恐怕再有10个我2天之内也找不完呀。可如今除了努力寻找，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继续吧。可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自己的空间法器里面有个东西一直在跳啊跳的。什么东西啊？一念下意识的把那黑乎乎的东西从空间里面掏出来。这不是我当时和老妖婆对打的时候从他背后翅膀上咬下的一根羽毛吗？可也就是羽毛从空间里面出来那一刻，外面悬挂的那对翅膀也猛地震颤起来。不对，应该说整个藏书阁都开始震颤起来。这是初代的气息，真是咱们初代宗主的气息啊！2个护法一改之前懒洋洋的样子。刚才谁进去了来着？哎呀，是阴面呐！我去请老宗主。刚才有人进去了，是哪个弟子？你们说咱们初代会给那位弟子什么东西？他很激动，多久了？自开宗以来就没有一个弟子有这个本事得到初代宗主的青睐。今天就进去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做阴面。你说谁？老宗主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到惊悚，再到后面的面如死灰。是阴面，就是你允许他进来参赛，结果人家赢了，来就来了，还把咱们初代给拱出来的那个阴面。老宗主一口气哽在胸口，差点双腿一蹬，就这么背过气去了。不，或许初代见到阴念之后不会给他也说不定，他毕竟不是咱们圣山宗的弟子啊。右护法的下一句话直接把绝望的老宗主又重新抓了回来。对，初代他一定不会那么糊涂的。而此刻再次闹得圣山宗天翻地覆的一念却陷入了一阵无法言说的难过眩晕之中。一个巨大虚无的空间出现了，百变他们都没有被带进来。那双悬挂在外面的黑色翅膀浮现在这虚无空间的上方，黑色的羽翼看着非常漂亮，像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就在一念看吃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笑声。好看吗？好看吗？一念满眼警惕，面前多了一个看起来桀骜俊秀的中年男人。男人一招手，那黑色羽翼就落到了他手上。他仔细地抚摸着，眼睛里的温柔情意让一念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你是谁？这里可是圣山宗的藏书阁，你和魔族就有什么关系？说什么魔族？你自己不也是魔族人？一念猛地一惊，这可是他最大的秘密。别藏了，把你藏在手里的东西拿出来。如若你身上没有魔族王的信物，你进不了这个空间，也看不见我留下的最后一缕残魂。残魂？男人的目光扫过一念。灵魔一体，倒是个好苗子呀。一念抿了抿唇，想了想，还是冲他做了一个晚辈礼。前辈，不知道您和魔族的关系是？这人的残魂出现在圣山宗，那必定是圣山宗以前的某位宗主强者。但是他既然知道自己是魔族人，脸上也没有什么敌对之意，甚至连触发他这道残魂的契机都是魔族王的信物。那么一念可以大胆猜想，这个男人对他或者对魔族应该不是有那么大敌意的。
我与他也就是魔族的王是亲密无间的。硬要说的话，我和魔族的关系那也是亲密无间的。一念见他这样，忍不住嘴角抽了抽，像鬼呢。怎么，你不信？你当我说的是空话？男人的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周围的空间顿时扭曲起来。一念甚至感觉脚下踩着的虚空在翻滚，他勉强平复下呼吸。我是不信的，若是真的亲密无间，前辈又怎么会将魔族初代王的翅膀割下来放在自己身边，还当成战利品一般悬挂在藏书阁呢？男人一怔，扭曲的空间稳住了。谁说这是我割的？这是他送予我的定情信物。你个魔族的小丫头都不知道你们魔族的魔王100年一换翅膀的事情吗？他看起来气急败坏，怒骂着：我怎么可能会去割他的翅膀？这是换的，你知道吗？你这是换的，就和你会脱发一样的，是换。好尴尬呀。一念忍不住脸皮抽了抽，但还是郑重其事地抬起头，看向这位初代魔王的情夫，一脸严肃地争辩道：前辈，我今年才18岁，我不脱发，像你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脱发的。男人愣住了，听听多损呐！对上一念那双坦坦荡荡的眼睛，男人更怒了：你才脱发，我当年可是5州第1美人。一念眯起了眼睛，碍于对前辈以及初代魔王情夫这个身份的尊敬，他没有把心底的疑惑宣之于口，但是脸上却是明明白白地体现出一个意思：就凭你？前辈，我今年才18岁，我不脱发，像你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脱发的。你才脱发，我当年可是5州第1美人。一念眯起了眼睛，就凭你？他可是见过真正的5州第1美人的，明明是袁睡睡。男人看他满脸的就这的意思，明明只是一缕残魂，却气得仿佛心脏都要抽搐起来。你这死丫头，真是太不讨人喜欢了。看，他急了，他急了。前辈，那您既然留了残魂，必定是有事情的吧？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没有。一念眼中的星芒没了，恢复了一开始那张死人脸。哦，那您现在可以消散于天地间了吗？我呢，只在这里待2天，我还有东西要找，我挺忙的。他家初代魔王这是什么眼光呢？还把自己脱下来的翅膀给了这个男人，这其实不是魔王给的，是他偷的吧？男人的身形都气得开始波动起来了。一念走了没2步，脑袋上就被2本东西给砸了，砸得他往前一个踉跄。一本是叫做圈氏的成长型灵术，还有一本是叫做画师的成长型灵术。这2个灵术是我的2大成名绝技。这个都要给我？可能您不知道，我不是你们圣山宗弟子。我看着很傻吗？我能不知道你不是圣山宗的弟子啊？不是看着傻，是本来就傻吧。男人虽然很想就着一念狠狠地教训一通，让他知道自己是不脱发的，但是由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能飞快地说着：这是我对他的承诺，有朝一日若是魔族有后人能来我圣山宗做客，被后来的魔王应允的，拿到信物的第1人就能进来拿走我的绝学。一念捧起这2本书，虽然满脑子都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但是一念想到那位老宗主对自己也算是多有照顾，还是皱眉说着：这个需要我拿出去和圣山宗弟子们共享是吗？你是猪脑子吗？都说了是绝学，你知道什么是绝学吗？就是只给你不给旁人，而且这也只够你自己看1次的。我自然是有留给圣山宗的东西，只是宗门是宗门，我是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答应给出去的，也是我对他的承诺。他再一次提到了承诺，一念也不知道魔族那位是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绝学传魔族后人都不传给自己宗门的。见一念一脸的想不通，男人也不想过多解释，索性还有些时间，他抱着自己的爱翅盘腿坐了下来。死丫头，你叫什么呀？得了人家2本绝学，一念也不好不热情了。一念。一念。男人却一愣，你母亲是谁？叫什么名字？生我已故，赐我性命的母亲叫做一女，是魔族如今的王。这便是我从我阿娘身上我阿娘疼惜我，赐予我的羽毛，我也是靠着这个才能进来的。他急不可耐的招手一挥，那羽毛就落在了他手上，和他抱着的那对羽翼的羽毛一般无二。他脑海顿时一片眩晕，当年魔族和5州关系势如水火之后，他便不要他了。要与自己决裂之时，那一抹苍凉的笑还在他眼前。阿满，我最后提一个要求吧，就算魔族和5州决裂了，说是以后我让持着我信物的魔族孩子进来，你定要把绝学传给他，就只能传给他一个。
你把我送你的翅膀悬挂于藏书阁上，会感应到信物的，就当是我最后的一个请求了。男人的眼底开始逐渐的发红，在他与她最情浓之时，他也曾笑着问过：你喜欢孩子吗？他自来散漫潇洒惯了，我不喜欢，孩子吵闹得很，但是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也不是不能要一个。当时他还很年轻，便毫无顾忌的道：那若是生出来是个儿子，随我姓的话就叫殷男；若是个女儿，就叫殷女。他还记得当时他那嫌弃又生动的表情。一满，你能不能好好读点书啊？殷男殷女，也亏你说得出啊！殷女，这男人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心口。他与自己决裂之时，已经有了他们的孩子了。信物自然是没有的，只是当时的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美丽双翼。为什么要把他的双翼悬挂在藏书阁上？那便是他们女儿殷女的通行证。我不该上那一次的战场的，我该去找你。他本来是想着等战场归来，他就把圣山宗交给别人打理。去他娘的五州，他要去找他媳妇儿，可他没能从战场上回来，他陨落了，只留下了一抹早就准备好的残魂，封印在这藏书阁。他那癫狂悔恨的样子让殷念吓了一跳，这个男人竟然是在哭。我竟然不知道我们有女儿了。我们有女儿啊！你还好吗？男人却猛地抬起头来。殷女还好吗？你和殷女什么关系啊？男人却没有回答他。你不是殷女的亲女儿，那就是说你是她认的女儿。殷念隐约能感觉到这个男人看着自己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多了一点天然的亲近随意。我不是阿娘亲生的，是阿娘对我有救命之恩，赐我名字，让我重生。看出来了，一点不像她。对了，现如今魔族怎么样了？魔族被五州势力极力封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五州了。果然如此吗？容不下一个强盛的种族彻底崛起，便让这个种族去死，不死也得消失是吗？男人嘴角露出一抹讽笑。当年的五州人族人才济济，何曾畏惧过任何一个异族？如今不求自强，却只求他人覆灭，所以才难登极致。殷念非常有同感的点头，就如同那圣山宗的外门弟子一样，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废的。我是一个死了千年万年，尸骨都腐烂入大地的人，本不该再管如今五州天下的事情，但千不该万不该，我在意的人被那些人封印进去了。他的女儿，他和他相爱时孕育出的骨血，他那个至死都不知也未曾抱过一次的女儿，如今竟然被封印在暗无天日的地方，他不允许，也不能容忍。小丫头，你应当是不知道这里有我的存在的，但这一切都仿佛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一般。让我猜猜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你是来找破解封印之法的，对吗？殷念的眼瞳一缩，但想到这个人可能是友军，前辈知道怎么破解吗？男人弯了弯唇，眼底依然是满眼悲凉。他随手一指，殷念眼看着虚无的空间尽数崩裂开来，他回到了藏书阁内部，拉拉他们一拥而上。主人，你去哪儿了？急死拉拉了！百变满眼警惕地看着对面突然出现的这缕残魂。你是谁？男人瞥了一眼这四个小家伙，毛都没长齐的几个小崽子。百变顿时脸色一沉，不等百变说话，男人就朝上面招了招手。你自己找的话，别说2日，便是找上20年，你也看不完这里所有的书，自然也找不到这本。一本金色书籍就到了殷念面前。这法能破世上所有封印。世上所有？白头山的封印，魔族的封印。殷念不知道袁心碎到底有多强，但他说过这只是他1/10的实力，可想而知，若是封印打开，将里面的实力全部都拿出来，到底什么境界他也不知道，但绝对不止大神境。大神境之上又是什么境界呢？这个殷念不知道。不过也别急着高兴，虽然能解开所有的封印，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东西，因为需要凑齐无数至宝，其中有一些至宝已经消失在五州了，只存在于传说中，你可能穷其一生都无法找到。你还要试吗？传说都是有迹可循的，只要能解开，我就不会放弃。只要能解开，我
我就不会放弃。我要是会放弃，也就不会这么费尽心机的过来这边的藏书阁了。男人认真的看着一念，仿佛是在透过他的模样描绘自己女儿的性格。他女儿会有几分像他呢？前辈，您是我阿娘的父亲吗？你倒是脑子转得快。我闺女是魔体还是灵体？魔体。男人一脸失望，闺女儿不能学自己的绝技了，却又不知道想到什么，又高兴起来。魔体也好，像她肯定很厉害。一念在想，叶女士肯定不知道自己爹地的事情的，估摸着是他那外祖母一见女儿是魔体，女儿对五洲人族又满是仇恨，也就没说这事儿，也或者是来不及说。男人又转而盯着一念，那你学，赶紧的，我马上就要消散了，还能在消散之前指点指点你。你就不能不消散吗？我是残魂，又不是完整的灵魂，除非能拿得出魔族的养魂玉，那可是魔族的镇族之宝，能让你个小丫头带出来？话戛然而止，一念从兜里掏出了一块黑色的玉，这玉看起来一点光泽都没有，可殷满的眼睛却瞪大了。养魂玉，还真是啊，难怪大嬷们说是我人没了，魂可以躲进去养一养。那你进来呗，我带你去找我阿娘。男人的身体化成了一道青烟，直接钻进那狱中。前辈。叫什么前辈？叫我外祖父。我带你出去见阿娘。不急，我现在没脸见他。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孩子受苦受难的时候，他都没能陪在他身边，他满心的羞愧，也害怕与他相见。干什么，反正我一时半会儿消散不了了，闺女迟早能见到。你赶紧的修炼我给你的灵术，我会陪着你去找那些破解封印的东西，等找到了，我才有脸去见他。他如今能肯定燕女一定是殷满的种，这一脉相承的别扭脾气和爱骂他的习惯真的是一模一样。既然外祖父自己都这样说了，他就打开了圈身那本灵术，盘腿坐下来准备学习修炼。而那个破解封印的典籍则是被他藏进了空间里面。你两个一起学，这两套灵术是一块发招的。圈式是我研究出来的辅助类的灵术，你可以自身灵力圈出一块独属于你自己的地界，在这块地界中，你的速度、力量会增幅，而对方的速度、力量则会虚弱。一开始这地界可能只有1米，但是随着你的实力增加，地界会扩大，所以你第一次修炼就要努力将地界扩到最大，这样对你以后的修炼也有好处。化尸是主攻性的灵术，对你身上灵力的要求非常高，但同时攻击力会非常小。你可知道它是用什么来攻击的？什么？雪、雨、风、阳光。一念猛地睁开眼睛，你说抽取自然力来攻击？一念是结结实实震惊了，而且越到后面可以抽取的自然元素就更加常见。是，而且起初的雪和雨若是没有，你可以利用招水术和凝血术来创造，这两个小灵术随处可见。这两个的确是烂大街的，新手用来练手的。行了，陈神，你如今的实力能做到血口化尸就已经很不错了。雨就别想了，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的。很快，摊在腿上的那2本书里的内容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一念脑袋里面，而那2本书直接化成了一把青灰，真如殷满所说的那样，是一次性的。就在一念沉入学习的时候，外面的老宗主他们也都抓心挠肝的等着。怎么还不出来呀？内门弟子们也不监督那些扶不上墙的烂泥了，全部都聚集过来，想知道一念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哎，你说咱们宗门的东西怎么就被他一个外人拿了？你说话小心点，那是初代宗主自己的绝学，人家爱给谁就给谁。你也是宗门的弟子呢，你敢说你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宗门的？袁杰就是他们的大姐大，一听袁杰这么说了，弟子们顿时就安静了。老宗主头疼得很，他总有一种不太妙的预感。老宗主不断地安慰自己，初代一定不会那么做的，一定不会的。宗主，赤鬼谷那位叫做袁心碎的谷主让我们给殷念带去话，说他有事先回天武州一趟，1天后才能回来。老宗主嘴角抽了抽，什么玩意儿？他是把他们当传话筒了不成？但就在整个圣山宗都在惴惴不安的时候，天一州的外围，一群穿着黑袍的人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站在门口。老祖，我们已经派人去骚扰了赤鬼谷本部，那个袁心碎已经带着大长老列了阵法回去了。好，阵法师既然已经都走了，那咱们可以动手了。
灰袍老人从怀中拿出一个巨大的金色半透明碗，这碗边有着浓重的威压散出，身后一群弟子眼中露出炽热的欲望。老主，您真要用这个法器吗？这可是老主您费尽千辛万苦才拿到的，只能用一次的神器呀！这个东西能将一个限定的区域全部都罩起来，哪怕是小神境强者都轰不开，而他们就能在这个区域内肆意的屠杀那些脆弱的天一州民众。他也不光是为了自己那个死去的弟子，这段时间圣山宗和那些家族的人一直在追杀他们这一脉的修邪师，本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老祖，我们已经打探过了，阵法师们都不在，只有一个圣山宗的老怪物需要咱们多加警惕，其他的那些小神境强者不算特别强大，几位小祖都可以对付。修邪师里面也是有等级的，小祖便已经是小神境了，而这个老头显然是小神境里面的巅峰强者。灰袍老头冷笑了一声，下一刻只见那小碗在顷刻之间膨胀变大，轰的一声，这碗扣住了整个天一州的范围。正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圣山宗的弟子们，忽然间感觉天色好像暗了一些。元杰师姐，你快看，那是什么？这是……下一刻，空气里飘出来大量熟悉的腐烂气息。修邪师来袭，备战！唰的一声，外门弟子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内门弟子们急急地抽出自己的法器，猛地对山门外奔去。关门！天侯烟！老宗主欣慰地看了一眼，已经有了大将之风雏形的元杰，也不再去看藏书阁里面的情况了。一念在藏书阁里面应该会很安全。何方鼠辈，竟然敢来我天一州闹事！他单脚重重一跺地面，冲天而起，轰的一声，老宗主小神境巅峰的气息猛地以圣山宗为中心冲开，比这市井的红烟更快。周家家主本来还在操练自己的儿子女儿的，一感觉这个气势，顿时也跟着冲天而起。怎么了，老宗主？大批量修邪师来袭，天一州各家准备御敌。本来还在街道上笑着闹着的普通人们顿时一愣。啊！有人尖叫起来：跑，快跑！修邪师来攻城了！无数的黑袍人自四面八方涌来，他们狰狞地笑着，收割着街道上那些普通人的性命。就你们平常追击我们，这次我们要杀个痛快！同等级别的情况之下，修邪师要比正常的修灵师强大得多。老宗主看着这一幕，双眼赤红，马上就要冲下去将那些修邪师斩杀，可灰袍老人就直直冲了过来，两人在空中直接交战上百招，打出了惊天动地的爆破声。圣山老狗，你的弟子围剿我的弟子，今日我便要好好的清算你我之间的账。那老头身上竟然密密麻麻长了无数扭曲狰狞的脸，一张张脸都是极尽痛苦的样子。是你，邪千面，你竟然还没死！你圣山老鬼都没死，我还能死了？那个叫做阴念的杀了我的爱徒，把他交出来，说不定我可以放你一马。我呸！修邪师这种恶心人的玩意儿，人人得而诛之。不管是阴念，还是随便什么人，杀你的徒弟，五州任何一个人听了都只会说一句杀得好。周家家主此刻也反应过来了，阴念杀得好，老子不仅不交出他，老子还要夸死他。这邪气面是出了名的鬼心眼多，他想将这场屠杀的怒火转移到那个叫做阴念的小丫头身上，做梦。说着你说交就交，那以后哪个修灵师还敢杀修邪师？五州哪来的安宁啊？要打就打，要不知羞的玩意儿！等本姑娘成了小神境，一定将你这个老东西扒皮抽骨，拿老皮贴在本姑娘的尿筒子上，日日滋养你这2两不到的脸皮！呸呸呸！邪千面眼底戾气横生，抬手就是一掌，撕了你这小丫头的嘴！可周家家主硬生生挡下这一掌。不愧是我闺女，骂死她！我闺女拿你自尿，那是看得起你。动我闺女，征得老子同意了吗？周家家主老骄傲了，闺女随他，有种！周少柔还想骂呢，周少玉猛地扯了一下他。你待在周家，你还没到真灵境，我去外面战斗。这种时候，周少柔也没有嚷嚷着要出去，他出去那是添乱。哥，你小心，我会让护卫们护好咱们周家的大门，家里的老弱妇孺你不用担心。周少玉笑着摸了摸妹妹的头，压下心底的不舍，但心里却有种难言的激动涌了上来。战斗中突破才是绝佳的机会，他周少玉从来不是孬种。同一时间，五州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势力全都放出了红烟。
袁杰看着那滚滚而起的红烟，说是其他四周的人看见，一定会前来支援，大家可千万要撑住啊！师姐，有人眼尖的看着那些红烟，竟然升到那层监网的屏障上就被堵住了，再无法出去。不行啊，红烟出不去。袁杰死死咬住了唇，他又看向外门弟子们，这次的修邪师是有备而来，所有到了人灵境之上的外门弟子，来一半和我出去御敌，剩下一半留守在宗门内。外面的人要救，自己的家门要守。可就在袁杰这话落下之时，那些外门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师姐，我实战技术不行，我就不去给你们拖后腿了。我也是，我留下来守着咱们家门吧。我也，师姐，我也。袁杰不敢置信地看着外门弟子们，竟然有90%的人都选择后退。那一刻，他的一颗心如坠冰窟。这就是你们的回答，这就是你们的回答。几个外门弟子被袁杰阴冷的眼神一逼，当众就嚎啕大哭起来。我也不想的，为什么要我去送死？我不想死。外面那些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救他们？那个修邪师不是说了吗？只要把阴念交出去，就不和咱们计较。他是不是有朝一日要求把我交出去，你也会把我推出去？那弟子傻眼了，袁杰如坠冰窟，他还以为这些弟子是可以教导回来的，却没想到。给我动动你们的脑子吧！为了一个阴念，能引得来这么多的修邪师，他不过就是邪千面的一个借口，要挑事儿的借口。邪千面要杀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为所有死在我们剑下的修邪师报仇。我让你们出去战斗，不是要推你们去死，你们指望谁保护你们？其他家族的孩子们现在都在外面浴血奋战，这个时候不互相帮助，你们等着修邪师放过你们吗？袁杰这次真的是失望透顶了，他不欲多说，振臂一挥道：“谁与我出去杀敌？”我。身后的外门弟子里也有一些有血性的弟子，他们狠狠地朝那些软弱弟子瞪了一眼，跟着师兄师姐们一起走了。剩下一群外门弟子咬着唇，看着他们昂扬的背影，觉得害怕又羞愧。他们心中明白，从这一刻起，他们与那些站出去的弟子就明显有了一道分界线。无数大小势力最顶尖的那批弟子都拿着法器冲出来了，和袁杰他们汇合在一起，天一州全民抗战。而此刻已经彻底消化完2种灵术的阴念，猛地睁开了眼睛，一瞬间灵力呼啸而至，5星修灵师突破，不只是灵力，连魔力也跟着变成了5星人魔体。藏书隔着结界是我生前布下的，放心，很安全，不会被别人发现你的魔体。阴满的声音从养魂玉中传出来，懒洋洋的，看得出来，短时间内消散不掉的事实让这位大佬残魂整个都飘起来了。走，我们出去看看。只是一走出结界，阴念就惊呆了，他面色凝重地看着头顶上那硕大的罩子，四面八方都传来哭喊声、战斗声，天空之上正在爆发大战，暴动的灵力割得阴念脸颊生疼。阴念，一个东西朝阴念飞砸了过来，阴念一歪头，闪避得毫不费力，转过身，是一群圣山宗外门弟子们红着眼睛怒视他。都怪你！这些弟子和疯了一样。是你把这些修邪师引过来的，你滚出去，滚出我们圣山宗！你该跪下向我们谢罪，向那些为你而死的人谢罪。修邪师攻城了，修邪师攻城了。是啊，都是因为你攻城的。他们害怕的肌肉抽搐着，阴念甚至能看见他们两股战战，像是要失禁了。因为你杀了修邪师老祖的弟子，是你该以死谢罪，你去死！你这种人渣败类，你怎么好意思？你快走出去，让老祖息怒，不要再牵连无辜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那邪切面的徒儿，不是圣山宗的弟子呢。阴满在狱里养着都快气死了，他的声音只在阴念脑海当中炸响。混账！圣山宗的弟子竟然如此混账，这宗门倒不如不要的更好。这都什么软脚虾弟子，垃圾也敢往圣山宗里收！修邪师这个玩意儿，即便是在远古时期，那也是人人喊打的，没听说过杀了修邪师还要把那人推出去的。我阴念从未滥杀无辜，死在我手上的也都是该死之人。你们害怕恐惧，就想给自己是懦弱屈从的事实找理由开脱，与你们多说一句都是浪费时间。阴念冷笑了一声，转身就往山外走着。主人，庄贤他们都不在呢，尔寇师兄他们一定是下去帮忙了，毕竟他们可不是圣山宗外门弟子那些软脚虾。只是没想到阴念刚到山下，却听见了砰砰的撞门声，
门，开门啊！兔崽子，都给我开门！师兄师姐们受伤了。而大门被紧紧地关着锁上，一个外门弟子都没有。本该守着大门的弟子们全都跑了，不，应该说他们是故意把门锁起来，只要他们听不见，就不会有负罪感。一念紧绷着脸走过去，把大门打开。一个女弟子正打算不要命地冲开那锁，结果却被一念稳稳接住了。一念，小苗不情不愿地从一念的袖口中钻了出来。就这一次哦。他给在场众人稍微治疗了一下，大家发现自己身上的血都不怎么流了，顿时一脸惊奇地看着一念，尤其这其中还有一些尚有骨气的外门弟子。这帮狗崽子们竟然锁门！几个内门弟子们身上的伤比外门弟子重多了，可看着还生龙活虎的，这点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是心疼师弟师妹们受伤，送他们先回来养伤，却没想到那些狗东西竟然锁了门。一念朝几人点了点头，他绕过这群人往外面走着，刚才被他扶起来那个女孩子却忽然红了眼眶。一念，对不起啊，那天你的被子是我划破的。经历过生死，他才知道自己以前有多么幼稚，有多么可悲。对不起一念，我也划了。还有我，对不住。什么？他们竟然还做这种下作手段！我这……后面骂的那些脏话在一念脑海中自动消音了。很沉吧，我帮你一起。你可不能偷吃，这些都是送给那些受了轻伤的伤患。放心吧，不会动一口的。同时手腕轻轻一翻，一颗老毒物特制的毒药就融进了那大桶鲜红的精血当中。一念满眼冰冷的收回手，一步步地朝着轻伤者休养室走去。而此刻剩下的4周终于注意到了天一州的动静，5大家之一的吴家家主遥遥看向天一州的方向。这是修邪老祖的扣天神器。家主要去帮忙吗？吴家家主眸光一闪，露出几分挣扎。最近弟子们在前线损失惨重，还是再看看吧。同样5大家之一的封家，父亲，我不许你去支援天一州，那边有圣山宗，还有周家，他们自己一定会看着办的。我们封家在前线折损了多少战士？谁说我要去了？风雪满意的笑起来。赤鬼谷内，少主，念姑娘有难了，天一州。话都没说完，面前人影一闪，袁心思已经没影了。大长老咬紧牙齿，对着身后众人猛地一挥手：“赤鬼谷弟子，随我前去支援天一州。”可即便是他们拼了命的往这边赶，也需要时间。老宗主摇头看向远处，心底却生出寒意来。硕大一个5州，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过来助阵吗？斜切面见状，露出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看看，这就是你们5州，还不如我们修邪师团结，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句话，老宗主瞪红了眼睛，却也没有办法反驳，就连一念都没有办法反驳。祖父，我原本以为这群吃人精血的恶鬼内部也是一团乱麻，却发现他们比外面那些正道势力还要团结。尹满这次没有急着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叹气道：“修邪师一向如此，不然也不会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了。任何一个势力，若是人心不宁，必定会溃散消失。就连5州人族也是，要不是因为有修邪师的存在，不至于到现在还这么和平。”尹念没有说话，好在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别人来救过。这18年的遭遇让他明白，自己不坚强，不谋求生路的话，那便什么都是空谈。百变的声音悄悄响起来：“接下来要怎么办呀？我们要出去吗？”“当然是要出去的，可不是现在。”一念头脑清晰，撩开衣袖，气势汹汹的低头，开始扒尸体。这些修邪师可是存了不少好东西，别浪费呀。摸了几个等级最高的，一念才恋恋不舍的离开。要不是时间不够，我肯定把他们都给扒干净了。一满无语，自己的小棉袄亲亲女儿，难不成也是这样呢？不等他沉思，就看见外孙女儿不仅让人家尸体光腚躺着，还让辣辣放了一把火。等火势大到无法阻拦之后，一念才扯着嗓子大吼起来：“来人呐！起火了！来人呐！哪里起火了？”无数的修邪师涌了过来，开始灭火。而一念就趁这个时候，悄悄溜到了众那边，把3个小肉团带了出来。4个人鬼鬼祟祟的往外面走着，一旦到没有人的地方，一念就让辣辣喷口火。火势最终越来越大，地方狭小，很快就成了连绵的火势。赶紧走吧，不然咱们就要变成叉烧了。小团子们使出吃奶的劲儿，好不容易拱到了门口，才发现阵法没了。
无数的修邪师往外面奔逃着，这火他们已经扑不灭了。走，我先送你们回童院。一念将3个小肉团送回童院的时候，发现里面一个女人正在发脾气。你们是怎么看着孩子的？都说了不要跑出去，不要跑出去。那女人受了些伤，看着整个人无比焦躁，她正在和一个年轻男人对峙着。找什么找？自己有本事跑出去，为什么要我们浪费人力去找？我可不想去找死。简宝他们带了门外很多伤员回来，他们只是在附近没有修邪师的情况下搬运伤员。哼，那又怎么样？3个屁大点的孩子能帮上什么忙？出去只会添乱。他们这叫不自量力，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添乱是吗？你要充作烂好人，你自己去找。 3个肉团脸色登时煞白。一念皱眉看向那个女人，他不否认那个女人说的没错，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未免会让人觉得心寒。而且他一路带着3个肉团回来，他们很安静，没有给他添任何的麻烦。简宝拽紧了一念的手，失落的低下头去。对不起，我们也没想走那么远给哥哥姐姐们添麻烦的，就是救了一个之后，就想救下一个，救着救着，就发现我们已经走远了。我们也想帮着哥哥姐姐们的。够了，你可知道他们3个救了多少人？3人搬了30人回来，而那30人里面有你那唯一的亲人，你的那个妹妹。谁都能骂那3个孩子，骂他们添乱，骂他们不知分寸，你不能，只有你不能，你是该感激他们的。女人完全愣住了，她捂着脸，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她不是要针对那3个孩子，她只是被压力压垮了。回来发现孩子们还是不听话地往外面跑，她瞬间崩溃了。3个小肉团也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同院的弟子们齐齐一惊：简宝，你们3个去哪里了？吓死哥哥们了！简宝，你们3个去哪里了？吓死哥哥们了！他们都是因为修邪师没了父母的孤儿，同院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家中所有人都是家人。刚才还在痛骂的女人已经一把抱住3个孩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姐姐不是故意不去救你们的。她是带队的人，她要站在全局统筹，为了3个孩子折损现在为数不多的战力，到底划不划算？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出去不看路，走那么远的。他们围成了一团，哭声震天响。见到这个情形，一念忽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需要一剂强心针，能让所有人奋起的动力。一念想了想，嘴唇紧抿，直接对外面走去。对了，是姐姐救了我们。转身抬手一指，却发现一念已经不在了。简宝，要记得别人的恩情，以后要好好的谢谢人家，知道吗？简宝用力的点头，他记得的，2次都记得。街道上到处都是压抑的气息，无数人在哭泣。看着这宛若炼狱一样的地方，一念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娜娜，带我飞上天空。娜娜一惊，主人这样的实力上空去，那不就全都是天灵境的战场吗？很危险的。可娜娜咬牙：好。与此同时，老乞丐站在一处非常大的海岸上。你们派点鱼去呗，人鱼族在远古时期那么强盛，如今难不成还怕了区区修邪师？哼，少用激将法，我人鱼族如今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在陆地上不擅长战斗。也没让你们去战斗啊，实在是天一州那边伤员太多了，需要人鱼一族的治愈力。而且5州那些大势力你也看见了，他们竟然袖手旁观。说起这个，人鱼婆婆也是满脸不屑。我巨人族首先护着你们，老乞丐保证道。而且你也说了，人鱼族数量越来越少，若是继续避世，你们怕是要彻底消失了。这次邪千面来袭，抬手一招便是如此庞大的修邪师数量，唇亡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懂。人鱼婆婆一双幽蓝色的眼睛盯着老乞丐，还没出声，一道清灵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婆婆，绵绵愿意带着一部分的族人前去相助。你胡闹，绵绵不可以去，你待在……我待在族中被人护着，何时才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人鱼呢？但是这位前辈，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我曾在水面上一次偶然的机会看见赤鬼谷谷主途经此地。于绵绵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霞，说是我鱼人族出战，可否让赤鬼谷的谷主做绵绵的夫婿？说是我鱼人族出战，可否让赤鬼谷的谷主做绵绵的夫婿？老乞丐脸色一黑，那你不用去了。觊觎谁不好？觊觎他小徒弟的人，别说现在他小徒弟还对人家热乎着呢，就算是小徒弟对人家不好了，他也没法替别人做这种决定。
绵绵，不要胡闹！你什么时候有的心上人呢？就前几次，他长得好看，我好想和他交配啊！他大胆地诉说着自己的满腔爱意。神鱼族就是这么一个炽热的种族。老乞丐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想到了袁心碎那个人在小徒弟没在之后的那些凌厉的手段，发自内心的建议着：我劝你啊，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就他身上这2两肉，还不够心狠手辣的袁心碎下酒的。不行，我还是要和你一起去。你不愿意帮我，我就自己上，我去求爱。绵绵，人鱼婆婆第一次后悔封闭式教育这条人鱼少女，她应该多教点东西的，不要让于绵绵将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这样想当然。眼看着马上就要成年了，竟然对一个男人执念这么深。行了，那咱们就一起走。反正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也好吧，那你注意安全，让小人鱼出去见见世面，顺便被那男人拒绝一下，也算是成长了吧。神鱼婆婆教出了人鱼族的战士们，最多1天，1天之后若是缺水，你们的腿就会变回鱼尾。还有，一定要护好绵绵，知道了吗？他们纷纷答应，脸上都是严峻的神情。只有小公主绵绵乐呵呵的，东张西望的，像是旅游一样。老乞丐变大身躯，扛着这些战士们一路疾行。师傅，巨人族的弟子们也都到了。这玩意儿打不破呀！师傅来！老乞丐身上肌肉寸寸暴涨，充满力量感的大吼了一声：“给老子碎！”咚的一声巨响，正在和斜切面对战的老宗主听见了声音，顿时就热泪盈眶了。援军已到！早就疲惫不堪的人们顿时精神一振，援军来了！一瞬间像是有了生的勇气。人鱼小公主已经看呆了，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她就看见了里面满地碎裂的尸体。这是战争。师傅，小师妹是不是疯了？于绵绵往天空上看去，半空当中突然多出了一道穿着黑袍的身影，燃烧着火焰的双翼自她背后展开，火焰燃烧得很旺，像是在宣泄对这场屠杀的愤怒。一念的手上出现了一把巨大的弓箭，弓箭上绑着几件上等法器，某种燃烧的德州战役像是一把火，将于绵绵浑身上下都点燃了。修邪师，你们的老巢我收下了。修邪师，你们的老巢我收下了。斜切面一愣，随后猛地大笑起来，真是得了失心疯啊！而也就是这一刻，绑了数件上等法器的箭直直朝某一处射去。不，他是怎么知道的？斜切面听见了他弟子们声嘶力竭的哭喊声，还留在本部的弟子们被这古怪的火焰尽数吞没，只剩下他们肮脏的灵魂在嘶吼。但不出多久，就会连灵魂也一并被灼烧殆尽。底下还在奋战的所有人族都杀红了眼。老巢没了！冲啊！砍死这些龟孙儿！没了补给，我看你们怎么办！他们爆发出了比刚才还要惊人的血气，无数修邪师被打得连连后退，甚至被一刀毙命。在这一刻，整个天一州都被这场烈火和天空上的阴念拧成了一股绳。该死的贱丫头！斜切面双眼赤红，就要对着阴念冲杀过去。他们两个的距离其实非常近的，师妹，杀机就在眼前。一道巨大的光束冲击，就是在这个时候自上空落下，猛地击碎那坚硬的法器外壳，然后笼罩了斜切面。强大的气息横扫整个天一州，阴念被这气息冲得直接飞了出去，大了飞了吃奶的劲儿，才把人抓住，没让阴念从天空上跌落下去。光束中间，阴念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袁心碎到了。你在对谁动手？他要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斜切面的惨叫声从那光束中传来，他的肉身在迅速的消融，袁心碎的双眼都已经成了幽暗的黑色，漆黑的让人头皮发麻。大长老出现于他身边，念姑娘，和我走。少说给自己使用了加持阵法，那个副作用太大，我们先避开。阴念一边跑一边忍不住回头去看袁心碎。大长老说副作用大，但是阴念却没有从他脸上看出半分的痛苦。他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审判面前所有人的罪孽。他做的得心应手，好像这本就是他该做的。被拦在外面的人都冲了进来，这才是真的援军来了。斜切面忍着被挖住的剧痛，退！而袁心碎抬手就是一个阻拦大阵，将所有人都困住了。退？退哪儿去？来，继续。底下的人也早已杀疯了，一个都不许跑！想跑？天梯州不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事已至此，
只要不傻的人都能明白，这才不是斜线面说的为了一个弟子引发的争端。那硕大一个老巢是一天能弄出来的吗？怕是早就弄了几年了。他们蛰伏在天一州，早就想吞了天一州了。神域族第一时间手拉着手开始放治疗术，而巨人族也开始战斗。他们可比五州弟子生猛多了。平常本来就喜欢和自家人对练，现在杀得更欢了。于绵绵来到了伤员最多的一条街上，他的治愈术和其他人鱼的不一样。作为这一代血脉最纯净的人鱼，他放松了身体，张开了嘴。下一刻，极有穿透力的声音就传遍了周围方圆100里。天空中出现了五彩斑斓的泡泡，一颗颗落入那些伤患的身上，血顿时就止住了。修邪师见那些本来就趴下的人竟然又站了起来，不由得头皮发麻。不好，杀了人鱼族先！于绵绵感受到杀意，本该要跑的，一个激动之下，双腿竟然变成了鱼尾，没跑成功。刀光逼近，他尖叫了一声，绝望地抱住自己脑袋，却没有想象中的痛。顺着缝隙看去，见到了一张在战火当中美丽的不行的脸。燕燕也在看这个娇气的，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小上2岁的小人鱼。这一看就是人鱼族血脉最纯净的小公主。人鱼族的小公主都娇气，看她吓得尾巴都露出来了。羞羞脸，胆子好小啊！于绵绵羞愧地低下了头。她知道这个女人刚才是她悬浮在半空当中，一举炸掉了对方的老巢。然后她看中的人也喜欢这个女孩，自己和她比起来还真是差了不止1星半点儿。她一定会嘲笑自己的吧？谁知道燕燕看了拉拉一眼。拉拉，不要这么说，第一次参战能做到这个样子已经很厉害了。人鱼族的这位小公主难道不比圣山宗那些没种的强？燕燕看了一眼冲过来的修邪师们，一把将于绵绵从地上提溜起来。走，拉拉，去桐院。桐院那边伤势很重，大概因为桐院的孩子平常杀修邪师最狠，修邪师也盯着他们的人杀。天空上加持的阵法已经没了，袁心碎压下涌上来的血腥味儿，被他削成一根人棍的斜切面被袁心碎一脚踹给了老宗主。你收尾，那你呢？袁心碎瞥他一眼，仿佛在看一个傻子。他当然是要去保护自己的念念呀，他可不是为了什么天下苍生来的。只是没想到顺着阴念的气息找过去，却看见安全被放下的人鱼小公主卷住了阴念的身体，蹭蹭蹭。她脸蛋红红，声音嫩嫩的：请你和我交配。人鱼，一种变心只需要7秒的神奇种族。请你和我交配。一瞬间，阴念以为自己幻听了。你说什么？就是生小人鱼的那种。不了。他狠狠抽了抽嘴角。我没有那能力。话都没说完，身后突然一道巨力传来，于绵绵整条鱼直接被扯得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还没来得及哭呢，就对上了一张自己曾经日思夜想的脸。一个字都才刚说出口，他就看见袁心碎已经举起了刀。于绵绵鱼惊失色，整条鱼都懵了。袁是谁？燕燕立刻喊住了人，差一点点就要人鱼分离了。袁是谁？你做什么呢？你还认得我吗？他还伸出手指在袁心碎面前晃了晃，难不成那个阵法的副作用是敌我不分？于绵绵就看着袁心碎刚才冰冷到只剩杀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念念，还不等一念松一口气，袁心碎那张脸就又变得非常难看起来。这条鱼碰了你，等我扒了它的皮，给你炖肉吃。你胡说什么？她是来帮忙疗伤的，还有人家是女孩，人家只是不懂，感激和心动傻傻分不清楚。于绵绵咽了一口口水，她想说等人鱼族成年的时候还能选择一次性别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她还是不说这句话了。到时候她就变成男孩子就好了，不就是小神境吗？她好好历练一下，终归能比得过这个臭男人的。初恋变成臭男人只需要7秒钟的时间。小公主暗戳戳地捏着自己的手指头，下决心她还年轻，加油，总能把臭男人熬死的。到时候年老的袁心碎自然不是鲜嫩可口的她的对手了。抱歉，吓到你了吧？桐院里很多伤员，拜托你了。交给我。桐院里的一些伤员伤得比一念想象中还要重，甚至有人的肋骨都能看见了，还拖着刀打算出去。先治疗，援军已到，我们能赢，当务之急是保住你们的命。一念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师兄，他五官非常好看，可惜的是脸上有一道从眉骨纵横到唇角的巨大伤疤。我叫童风。童风是桐院院长的儿子，如今差不多在地灵境巅峰的实力。你们院长呢？还在外面战斗吗？若是受伤了可以先回来治疗，我师父他们带了不少小神境强者和天灵境强者过来，
他似乎是想对一念露出一个笑容，却没想到成了一个夸张凶悍的怪异表情。嗷的一声，小公主被吓哭了，一边哭一边放出了更多泡泡。哇，这个姐姐哭了，但是姐姐更强大了。一念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人鱼族真的是一种神奇的种族。对不起，我是故意哭的，我哭了能放出更多的治疗泡泡，绝对不是被你吓的。太丢鱼了。童风弯了弯唇角，他司空见惯了，但是很快他又看向一念。我就是同院的院长，我父亲在2年前在前线战死了，那些原本在同院的老师们因为我父亲这个小神境巅峰强者倒了，也不愿意留下，都走了，剩下的弟子里年纪大的当孩子们的老师。童风说这话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困境觉得丢人。一念心底生出几分佩服来。那你把上元都召回来吧，同院的人他也在战圈里见过几次，可能因为心里藏着恨吧，那完全就是不要命的打法。不过你刚才说的前线是什么？一念之前也听袁杰说过，只不过袁杰不愿意细说。童风顿了顿，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他还在乎什么说不说漏嘴呢？你知道除了我们五洲大陆之外，外面还有不少小世界吧？前线就是咱们与这些小世界交汇的地方，由福神塔控制着。外面那些小世界有的友善，有的凶残，小世界的居民不断的想要冲破前线的屏障，掠夺咱们五洲地域。一念点头，原来如此。本来前线的存在是不可以告诉普通人的。怎么了？怕大家知道了恐慌吗？不是，是怕别人知道了去前线掠夺瓜分资源。前线是小世界的交汇处，天材地宝是不是很多？是。所以上前线就变成了一种机缘，只能留给五洲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大势力的弟子们前去。童风眼神一暗，我们如今没有小神境强者坐镇，已经失去了去前线的资格。不过你是巨人族弟子，现在巨人族出事了，你也可以去，在那边只要你能活下来，实力就会得到飞涨。一念皱眉，多谢告知。童风见他好像还不是很想去的样子，便开口说着，其实我是赞同有天赋的弟子去的，因为这2年五洲战力减少的比较快，我们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游刃有余了。而且除了你自己能在前线找到战利品之外，还有福神塔的奖励。我听说下一次前线大战开启，杀敌最多的就能得到福神塔奖励的落珠果，那东西吃了可以连提3星。连提3星的诱惑，一念没疯，阴满疯了。落珠果，孙女儿，你一定要拿到，这是破解魔族封印的4宝之一啊！一念浑身一抖，真的吗？自然，爷爷还能骗你不成？你一定要去。不用阴满说，他也会去的。前线是吗？一念抬头看着天空，上面的战斗已经落到了尾声，修邪师们溃不成军，从心理上就已经开始崩溃了。邪千面，拿命来！眼看着就要给予邪千面最后一击。邪千面，拿命来！邪千面发出了尖锐的咆哮。你还要干看着吗？快救我！下一刻，一个漆黑的阵法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直接把邪千面就吸了进去。里面传来笑声。天一州当真有意思。想走？袁仙碎冷笑了一声，抬手布下阵法。赤鬼谷谷主，我知道你厉害，1对1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要走，你拦不住我。袁仙碎狠狠的一握，那黑色阵法竟然忽然碎开，大声阴闷哼了一声，是受伤了。下次再会吧，袁心碎。那人咽下一口血，声音逐渐远去。小神境巅峰的阵法师，这种等级的人要跑，那还真的是不好追。这人身上可半点邪气都没有。果然，五洲巅峰强者当中，竟然有邪气面的内应吗？老宗主眼神发寒。杀光剩下的修邪师，今日来了我天一州的，一个都别想走了。老宗主伤得不轻，但修邪师除了邪气面之外，是全灭。天一州的战火已经平息了下来。老宗主清点着大小势力的伤亡程度。唉，这其中啊，咱们圣山宗伤亡最重。那些躲在山上的弟子现在何处？在宗门外跪着。袁杰咬牙，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只是他们竟然在弟子们出去战斗之后锁上了山门，要不是一念在，恐怕咱们死掉的人还要多。没有一个落脚处和休息的地方，恐怕连袁杰这样的人都要撑不下来。我知道了，出去看看吧。老宗主说不上是心痛还是怎么的，他对每一个弟子都给予厚望，却不是所有弟子都值得的。此刻宗门外，所有弟子跪在地上，
痛哭出声。老宗主，不要赶我们走，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我们只是年纪还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一时被吓到了呀，老宗主。一个已经25岁的弟子咆哮的声嘶力竭，而有事过来找老宗主的18岁少女一念，恰好从旁边路过，听见这话，他轻笑着冲那帮巨婴吹了声口哨：“来，年纪还小的宝宝们，给姑奶奶让个路吧。”都怪你，始作俑者。说话的那个弟子被一念一脚踹了出去，一念身上还带着微森的血气，实力更是提升了1倍有余。现在要教训这些都没见过血的小弟子，真的是太容易了。弟子们都被一念身上的邪煞气息给震慑住了，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开口。哼，废物！哼，废物！弟子们咬碎了牙，可那张牙舞爪的杀气冲得他们不敢造次。一念，袁杰揽住一念肩膀，他喜欢有实力、有胆魄的人。经此一战之后，他就更加喜欢了。走，我们宗主早就在等着你了。袁杰一个眼神都没分给这些被驱逐之人，什么玩意儿，不值得他浪费时间。我是来问前线的事的。早猜到了，我听同院的人告诉你了。走，我跟你详细说说。两人的身影远去，留下几个内门弟子抽出了长剑指向这些人。现在滚出去吧！我们内门弟子和宗内长老用鲜血护你们平安，也算是无愧于心了。你们走吧，不然就算是入侵我圣山宗，对敌该如何，想必你们比我清楚。说完，再不管这些人。圣山宗内部从今日开始便要重新洗牌了。一念走在圣山宗里面，虽然人少了许多，但明显感觉这个宗门不同了。我们宗主正在处置一些和圣红勾连、给那些没用的家伙开后门的长老，至少需要赶走1半的人吧。一念抿唇，他早就知道圣山宗高层也是有蛀虫的，不然这个宗门也不至于败成这样。我们圣山宗可能要退出一宗一院一股了，毕竟那些长老也都是强者，这些才是我们圣山宗明面上的战斗力。但是你们及时止损，以后还能重现辉煌。这话倒是，我们剩下的弟子拼了命都会扛起来的，还要再收一些新生，从头开始。虽然这个从头开始必定比之前要更加艰难了。好了，不说宗门的事了，前线你大概的了解过了吧？一念点头，童风说过了，就是几个世界的争斗。世界窗就是连接前线的唯一入口，世界窗1月开启一次，其他时间都是密闭着的。如果世界窗没有到规定的时间打开了，那就代表我们守在前线的人输了，别的小世界是要和我们开战，那便是战火连天了。再加上修邪师的夹击，一念摇了摇头，要完蛋了。前线那边除了你自己的队友，你谁都不能相信。袁杰提起前线，眉宇中有化不开的郁气。也不对，最好是连队友都不要相信，你就相信自己的本命灵兽吧，人还不如灵兽纯粹。袁杰一边冷笑，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衣服，长长的刀疤贯穿了他整个肩背。这一刀直接让我从地灵境界跌落到5星人灵境，差点命都保不住。原来袁杰早已是地灵境，只是受伤过重跌了境界。这便是被一个队友伤的，我全心全意对待他，护着他，却差点毙命。资源被抢不说，那人还是个修邪师。修邪师不是血液恶臭吗？是，但在前线我们会尽量保证不受伤。童风没告诉过你吗？前线环境恶劣，如果伤口直接暴露在日光下，不出3个时辰就会腐烂，到时候伤上加伤。一念精神一震，前线果然艰难。怎么样？到时候要不要和我组队？前线你肯定要去的吧？一念点头，落珠果在那儿，他肯定是要去的。而且童风也说了，那边提升实力非常快。和我组队？袁杰生怕一念不答应，非常有诚意的道：那我这次进去就换队伍了。他看中的是一念身边的战斗力，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百变和辣辣实力又强横了很多。再看吧，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现在饿得厉害，你这有吃的东西吗？好吧，那我们先吃饭，吃完再说。对了，那边也是有小神境强者助阵的吧？那当然，我们圣山宗去了不少，长辈不缺，小辈如何拿到名额？一念点头，手指却落在了那巨大伤疤上。疼吗？你在摸什么？袁仙碎一脸阴沉地盯着袁杰，正摸着人家伤疤的一念，正裸着胸前的袁杰都是一脸尴尬，一时之间竟然都不知道哪个更尴尬一些。一念迅速给袁杰拉上衣服，袁仙碎脸色更加难看了。你怎么进来的？后来一想，人家是小神境强者，还是最神出鬼没的阵法师，自然是想进来就进来了。你有事啊？袁仙碎看向袁杰，袁杰往后退了一步，这人的表情就是在说，我想让你出事。抱歉，他有很多事情都不太懂，
我和他说说就好了。袁杰心想着，他可没有觉得他不懂，但这话他也不敢说，只能看着一念把人拉走。我就是看看他伤口，朋友之间很正常的。袁心碎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点了点头，然后伸手开始解腰带。喂，你干什么？赶紧看了看四周，好在周围没有人，只有辣辣和百变睁着萌萌哒的眼睛看着他们两个，那圆溜溜的眼睛看得一念都心虚了，就好像自己带坏了一个纯真的孩子一样。不是你说的吗？朋友之间很正常的。袁心碎低头看着他，他大概是觉得不能理解，又委屈得很。那我们比朋友亲近，我要拖得更多才行。他是受伤了才给我看的，而且她是女人，我也是女人，能一样吗？袁心碎抿了抿唇，像是玫瑰碰撞，让人忍不住想去含一含她唇角。这样的袁心碎，一念总觉得她要遇到那种心机深沉能拿捏得住她的人，恐怕会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的。她倒是自动忽略了那位贪图袁心碎美貌被打的爹妈都不认识的楼主。记住，男人不可以在女人面前脱衣服，女人也是一样的。袁心碎笑了笑，眼神纯真的很。我不要。念念一头问号。我不要。你要是在女人面前脱一次衣服，我也在你面前脱一次。你碰他们一下，也得碰我一下。男人女人都一样的，这样才公平。你这是哪来的歪理啊？袁心碎笑得特别无辜。哎呀，算了，我们先回去吧。正好师傅他们在找新的落脚处，我也该想个办法学阵法了，这样去前线也有自保能力。我教你啊。哎，对了，你之前一直提的那个偶娃娃是什么东西啊？只有你们线族可以用吗？袁心碎点头。类似于傀儡战斗，偶娃娃可以加持阵法战斗，会发挥出比阵法还强至少3倍的实力。所以你当我是傀儡？袁心碎看着他，脸色慢慢的红了。那是以前，现在我看了你师傅送给我的书都懂了。你和偶娃娃不一样的，我们是另一种关系。一念见他这样子，心底缓缓生出了几分不妙。我师傅给你看了什么书啊？还没等袁心碎回答，一念就已经拽着他一路风驰电掣的回去了。一把推开袁心碎房间门，就看见放在床边的几本书，看得出来被翻阅过很多次了。一念抖着手把一叠书拿了出来，这些书的书名都是这样的：做谦谦君子，娶小小娇妻，愿妻心如我心，地久天长，妻子若弃你莫急，妙招看这里。一念一把将那一叠子书全部砸在地上，身后的袁心碎看着那些书，露出了心痛的表情。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老家伙带坏你啊！一念一把就把所有的书都给烧了。烧了干嘛呀？多可惜啊！一念又晕过去了。我找他算账去。留下看着灰烬的袁心碎，他看着地面上的那些灰烬，慢慢的蹲下。袁心碎垂下了眸，肩膀塌了下去。大长老进来的时候，看见他这副样子，说话的声音都轻了不少。少主啊，您怎么了？天一州有多少书店？应该挺多的吧。袁心碎站起身来。走吧。啊？去哪儿啊？找书。巨人族找了一处非常好的风水宝地，四位山爷爷正好能将那个巨大殿宇给围起来。人鱼族选中了旁边的一个巨大湖泊，他们正在努力的堆泡泡圈地方。念念，小公主从里面走出来，高兴的冲一念吐出一个泡泡，落在她身上，神清气爽。哎呀，好想养一只人鱼呀！一念心思刚动，就被兜里的苗苗狠狠地拍了一下。你都有苗了，还想外面的鱼？你渣！吃了空素的一念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以后咱们就是邻居啦。我和婆婆说过了，我们人鱼族也要入世。小公主见过真正的战场了，眼神看着都比之前更加坚毅了。对了，念念，你知道吗？天一州伤亡最少的势力是谁家的吗？小公主显然很八卦。是一个叫做万寿国和白家的势力哦。万寿？白家？不可能，他们难不成比圣山宗和周家还扛得住吗？那万寿国和白家还拿到了几个前线的名额呢。小人鱼接着说道。我能拿到吗？我可是人灵境界巅峰强者，我的治疗术是族中最强大的。嘿，其实我昨天是8星来着，但是和你一起参加过战斗之后，我倒是成了9星。婆婆也说了，多参加点战斗，对战斗力的提升刺激是非常快的。一念点点头，倒是不否认这个说法。只是万寿国和白家能拿到前线名额，你确定吗？确定啊，是圣山宗那些人说的，还说白家一窝子怂蛋，估摸着都在家里蹲着不出门，所以死亡率才低的。这样的人去前线能干啥？送菜吗？一念心底存了疑惑，看来什么时候得回去看看了。念念，
你怎么还在外面玩呢？明天就要去前线了，你不是说要学阵法？你阵法学了吗？明天？这么快？是啊，过来，师傅给你准备了点好东西。这次咱们巨人族拿到了200个名额，你和孟小七、庄贤、二垢师兄，还有一帮子师兄们一起去，要注意安全，知道了吗？一念点头。你二垢师兄带队，你别乱跑啊！老乞丐盯着一念，才盯了3秒就破功了。哎，算了，你肯定会乱跑的，别死了就成。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师傅心中竟然是这种形象了？让袁心碎来教你啊，阵法。那小子去哪儿了？平常不都黏着你的吗？一念正要开口说话，脑海中阴满的声音忽然炸开：阵法，我教你，我能教。爷爷，您还是个阵法师呢。那当然了，在我们那个时代，手上没点别的职业，那能当一宗宗主吗？现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那叫袁心碎的小子，我之前就看他很不爽了。这么年轻的人能教好你吗？而且还是个县族的。县族的阵法他们自己学起来倒是快，你这个外族人学起来会很慢的。学爷爷的，爷爷可以随时教你。师傅，我可以自己学，我已经有阵法图了。冲着老乞丐摆了摆手，就溜了进去。一念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房间，一满从养魂玉中飘了出来。可我没有阵法图啊！一满随手一捞，就出现了一堆阵法图。你爷爷我岂会没有库存？咱们一个个学。爷爷，你从哪儿变出来的？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从圣山宗的藏书阁拿到的呀。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从圣山宗的藏书阁拿到的呀。藏书阁里的书都是我以前开宗的时候从四处搜罗来的珍宝，不要有心理负担的用吧。你不用说这么多，我也不会有心理负担的。而此刻正在藏书阁里面查着书的左护法，正把一叠非常珍贵的阵法图收拢到抽屉里面。哎，老宗主也不问问阴念，初代留下来的灵术能不能传给咱们呢？多可惜呀！哎，我阵法去哪儿了呀？圣山宗那边左护法的崩溃，阴念体验不到，他正被那一张张阵法图给迷了眼睛。阵法图是用精神力刻下的，天赋就算十分强大的阵法师，基本上得花几天时间才能记下一整个阵法。我对你的要求也不高，你在天黑之前把我给你的第一个阵法图记下就可以了。记完了。没错，我就知道你。什么？你记完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好面子，但这种事情不可以随便说。真记完了？狂妄！我画给你看不就知道了。阴念抬手凝出一小丝的精神力，很快就画了一个三角阵图出来，和刻在阵法图上的一模一样。我欣赏你的狂妄。伊满搓了搓自己的脸，努力让自己保持住高人模样和可靠爷爷的形象。你现在学的是最基础的阵法，阵脚越多的阵法便越难勾勒，而我为你选的第一个阵法名为微缩阵法。这名儿，阴念皱眉。又名猥琐阵法，专门用来偷袭，是所有三角阵法里最阴险的一个。哼，好名儿，哪个缺德货弄出来这个阵法的？只是从未听过，这是哪位高人创的？你爷爷我。奶奶，当年你是咋看上他的呀？看好了。伊满吹了一口魂魄之气，一段场景就在阴念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阴念看见一个少年探头探脑的在地面上布置下一排的微缩阵法，本来只会浮现在众人面前的阵法，竟然缓缓的缩小，一脑袋钻进了土里。后面好像有3、4个人追他。追！那小子就在前面，等这次抓到他，看我不把尿滋在他脸上。可就在他们踏入藏着阵法的区域时，4个弯弯的针猛地冲了出来，烧得他们身上的灵力罩都破了。阴念还是第一次看见能自己把自己藏好的阵法。往小爷我脸上滋尿，你尿得起吗？你个……面前的画面顿时结束了，阴满脸上半点尴尬都没有。你爷爷我年少的时候就是这么英勇，你爷爷我年少的时候就是这么英勇。这个阵法就适合咱们爷俩这种光明磊落的人。阴念无语沉默。知道我的阵法和别人的阵法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吗？你的更猥琐？错，是我的阵法可以控制，以灵力为丝，控制它的形体和方位，懂了吗？阴念瞪大眼睛，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阵法只有精神力和灵力同样都是天才的人才能用，
不然就会引起反噬。这也是为什么圣山宗那边的阵法师没有办法修炼我留下的阵法图的原因。和你比，那就太废物了，他们留着也是浪费，我干脆全部都拿出来了。不知为何有点想笑，意念已经能够想象得出圣山宗那边惊慌失措的样子了。乐啥呢？明天要是学不好，就别去前线了。送菜呢？话是这么说，但是伊满心里清楚，一天时间怕是够呛。一旦开始画阵了，意念就禀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意念完全沉浸进去，压根就感觉不到时间流逝。1次失败，2次失败，10次，50次。伊满抖了抖自己的手，很好，第一次尝试画阵的小菜鸟到这一步就应该被打击的差不多了。然后意念该来找他这个爷爷好好的求安慰了。等会儿他就适当的教训他一下，然后好好安慰孙女儿。可200次400次，意念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冷静的状态，甚至3角都已经能画出2角了。而刚才还在搓着手的伊满正靠在旁边的凳子上呼呼大睡着。另外一边，在一家书店里面，书店店长瑟瑟发抖地坐在桌子上，赤鬼谷那位杀人不眨眼的谷主就在他店里看书。可即便是这样，店门口还是有不少女人忍不住顶着煞气看他一眼，一眼沉沦。店主看了一眼他手上拿的书，娘哎，那可是春宫啊！第二天一早，伊满被人狠狠一巴掌拍在脸上，猛地惊醒，面前是辣辣和窝窝两张萌萌哒的脸。太爷，您在干什么呀？不是教主人学阵法吗？你怎么还睡着了呢？我不是睡着了，我只是闭上眼睛。师公，你擦擦口水。3个仔里面这个最坏，一肚子坏水。伊满拨开3个仔，眼神却狠狠的一抖，激动的看着面前已经完成的3角阵法。念念，你弄的？不然是昏睡中的你吗？也没那么难吗？只是有一点，这火怎么喷呢？你牵引里面的灵力，你灵力如果是火属性的，就能出现火性的攻击。一念沉神感受了一下，看见了什么？红色就是火属性，蓝色就是水属性。一念看着眼前炸开的彩虹，什么颜色都有啊，五彩斑斓的色。五彩？你是武系天赋啊？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过？这个很厉害吗？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毕竟比起我灵兽契合值，还有精神力、天赋等等，这个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行了，你别说了，说的我头都痛了。虽然是自己的孙女儿，但伊满还是很想打死她的好吗？5个颜色哪个颜色比较多？你以后修炼就侧重哪个属性。都一样均匀，没有谁多谁少怎么办？伊满再次激动起来。真的？那你以后每个属性都能作为主属性，每个属性的灵数你都能发挥到最大的效果呀。应该是吧。一念看着阵法，尝试运转灵力，果然每个属性的灵力招式都能切换自如。伊满见状咂舌，他给自己设计的微缩阵法，没想到到了一念手上才发挥出了真正的实力。你多练练，你现在画一个阵法都要花那么长时间，只能用来做偷袭用了。毕竟等你画完，你早歇菜了。一念对自己倒还是挺满意的。爷爷，你不是本来就用这个阵法拿来偷袭的吗？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行吧，这届的老头好难带啊。一念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下，毕竟马上就要去前线了，才刚睡着呢。咚咚咚，小师妹，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一念顿时神清气爽的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发现随着自己境界的提升，精神力也跟着提升了。你现在是5星人灵境的阵法师，以后精神力和灵力还有魔元素都要一起平衡的修炼。对了，你的魔元素不能光明正大的吸收吧，你得弄点可以隔绝外面窥探的结界类型法器才行。伊满担心一念这么好的魔力天赋被浪费了，这么短时间里我去哪搞来这种珍贵的法器啊？他哗啦一下打开门，发现叶安站在门外，手上还拿着一个小盒子。闺女，爷得来给你送法器了。一念沉默了许久，3、2、1，果不其然，伊满在他脑海当中发出了愤怒的慈父咆哮。什么爹？谁的爹？你不是说你的爹爹是万寿国那个一次面都没见着过的狗男人吗？一念拍了拍自己被震得嗡嗡作响的脑瓜子，不是的，是我阿娘的追求者，他自称是我爹爹。是我阿娘的追求者，他自称是我爹爹。笑想我闺女，我呸！这世上没有男人配得上我宝贝女儿。伊满都已经骂疯了，但一念并不搭理他。他好奇地看着叶安带过来的法器，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帮你隔绝魔元素感知的。你去前线肯定需要，不然你的魔元素得不到补充。不要和爹爹客气，你需要这个，别为了一时的硬气放弃能变强的途径。谢谢叶安叔叔。为什么他们总觉得他不会收下呢？他并不是这种人呢。一念开心的接了过来，是一个耳环。他把耳环戴上，那属于法器的威压就没有了。不会被人查出来这是法器的，你放心戴。谢谢你啊，我会尽快解开魔族封印的。这是他和叶安的共同目标。叶安愣了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可他不愿意伤着孩子的心。好，要多少法器和爹爹说，爹爹都给你做。看，这就是抱上了金大腿的好处。师妹，快！耳垢他们等不及了。听那圣山宗的老宗主说，咱们天一州的人都一起去。其他人都到了。是的，不过师傅让咱们慢慢过去，毕竟有能力的人都去得更迟。师兄们高兴就好。对了，还有个人要和咱们一起走，师傅说让咱们带他。念念早上好啊！他双眸发光，一把挤开耳垢。我和念念一起去，很厉害的，我又能攻击人，又能给你疗伤。如果小公主这会是人鱼样子的话，身后那条尾巴该噼里啪啦的乱甩一通了。我们一起吧。你个渣女！cha！一念对这两个声音视若无睹。就是前面了，赤鬼谷的人用阵法带我们一起去，你那个小郎君和咱们一道去呢。这次他亲自去前线压阵，我觉得多半是为了你。一念诧异的抬眸看向站在人群最前面的袁心碎，只是没想到原来看见他还特别高兴的袁心碎，这次对上他的目光竟然眼眸不自在的动了动，然后猛地扭过头去。这是怎么了？袁心碎。袁心碎避开他的目光，神情看起来有些紧绷。一念觉得更加诧异了，袁心碎这是生气了？可他有做什么让袁心碎生气的事情吗？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袁心碎垂眸，在一念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悄悄红了耳尖。没事。你要是觉得难受，可以找我帮忙。他们两个靠得很近，袁心碎都能闻到一念身上好闻的香味，是花香。什么花呢？袁心碎甚至不敢深想，深入去想就会不可控制地想起自己在书中看见的那些内容。原来脱衣服之后会那样。他不敢去看一念的脸，只声音沉沉道：你记住你这句话。放心吧，有什么事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袁心碎终于侧过脸，他忽然变得沉默寡言，让一念十分的不习惯。袁杰就不管这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挤到了一念面前，就迫不及待地问着：怎么样，想好了吗？和不和我组队？见一念皱眉，袁杰知道一念这是放不下巨人族这群师兄弟们。你可以带着孟小七一起，你不会以为咱们这么多人都能不分等级的一起行动吧？怎么那边还分境界啊？那当然，前线的战场都是分割好区域的，是乱中有序。以前一团乱斗的时候，那些实力最强大的世界总是被联合围攻。比如他们那些人灵境的超级天才，在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就被天灵境的强者埋伏诛杀了。你要知道啊，一个再混乱的地方，没有秩序的话，是没办法长时间存在的。即便是杀戮，也有杀戮的秩序。袁杰拿出一张地图，展开给一念看，上面是3个区域。白色区域是人灵境活动的区域，黄色地灵境，黑色天灵境。袁杰指向其中各个区域里面供起来的一个灰色圆圈，这就是前线的宝山，长了许多的天才地宝，都是可以扫荡的。但这种宝山的话，一定能遇到很多别的小世界的人吧？聪明，组队的人数太多了，目标太大容易被狙击，太少了呢又不能联合抗敌，所以一般组队5个人为最佳。我、你、孟小七3个人是有些少了，但是你那2个灵兽补上，咱们就差不多了。一念看了他一眼，你没有想带进来的人吗？一念算了算，他还能带一条鱼进来呢。谁知道袁杰的神情一下尴尬起来。我没有。这明显就是有啊，但是他不说，一念也不会追着问的。我们准备走了，入阵。大长老喊了一声，一念拉着袁杰站在了阵法上。一念看着脚下的阵法，12角阵法很是复杂。一念痴迷地盯着这个阵法，什么时候他才能学会12角阵法呢？下一刻，整个光阵都亮了起来。就在一念盯着这个阵法看的时候，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一念转过身，却对上了一双阴沉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念，去死吧！他狠狠地将一念往外面一推。阵法上都是有站位的，乱动的话很可能会导致他无法到达阵法定点。一念整个人往旁边倒去，就在要消失在空间流里的那一刻，猛地伸出长鞭，将苏林燕也给卷了下来。缩在一念袖子里的窝窝狠狠的一个精神攻击，苏林燕闷哼一声，双眸呆滞。一念趁机一把拉扯鞭子，苏林燕的一只手被生生扯断了。砰！
砰砰，2声空间里有炸响的声音。苏林燕和叶念各自被传送到了不同的地方。被卷走之前，叶念看见了袁心碎变得惊恐的神情，他往他这边伸出了手，但是来不及了。下一刻，脑海中传来针扎一样的痛感。叶念从半空当中落下，却并不觉得痛，低头一看，是娜娜撑开了翅膀护着他。主人，你没事吧？娜娜气死了，还很失落。对不起啊，主人，我刚才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竟然突然靠过来。不怪你，我也没有注意到。不过废了她一只手，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两说。当他知道万寿国和白甲能拿到名额的时候，其实就想过会遇到他。叶念已经打算在这里直接找个机会挖了苏林燕从他身上偷走的凤元，但是让他诧异的是，如果苏林燕靠近的话，以自己的实力是能感受到的。难不成苏林燕的实力在短短时间之内就超过他了？这绝对不可能。不等叶念深入去想，他就听见了脚步声。他赶紧带着辣辣他们躲在一旁的一棵巨大古树的顶部，空气里都有血的气味。辣辣皱眉小声说着，主人可要小心一些。叶念低头看着2个人从底下走过，身后各自拖曳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一看就不是五洲人。2人似乎是逃命来的，身上还有很重的2道伤口。快，哥哥你跑吧，别拖着我了，他们马上就要追来了。不行，要死一起死。2人身后还有大片的脚步声。叶念皱眉，这2个人要活不了了。不过叶念也没莽撞的下去救人，一来这里是前线，不是交朋友的地方，他得先确保自己能活下去才是。他不会烂好心，更何况他还不知道自己被投到哪个区域来了。就在那庞大的追杀群马上就要出现的时候，叶念却发现2人脚下露出一个深坑，呲溜一下，2人就被拉进了土里。下一刻，土壤恢复了原状，只是恢复之前，叶念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小身影，冲他招了招手。小地鼠，这不是当时在圣山宗帮过他的小地鼠们吗？身后那群人追了过来，那2个多梁国的跑到哪里去了？血腥味在这里消失了。几人一个急躁，身上的气势就散了出来。叶念神情一沉，还好没有急急忙忙的下去。这一群人竟然都是低灵境强者，他怎么被冲到低灵境区域来了？那被他卷下来的蠢货苏林燕又去哪儿了？最好是弄到天灵域去。叶念阴恻恻的想着。也就是这个时候，底下那群毒尾人才不甘心的往前面走去。叶念也没动，静静的待在树上。怎么不下去啊，主人？嘘。叶念神情凝重。过不了多久，那群人竟然真的杀了一个回马枪。咦，看来是真的不在这里。我们走。辣辣瞪大了眼睛，又在自己主人身上学到了一招。果然人心险恶。走，现在可以下去了。他一下去，地面的土壤就松软了起来，几颗毛茸茸的脑袋从土壤里面钻了出来，往叶念脚旁拱了拱。地鼠仔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哎呀，是熟悉的气息，是金主姐姐的气息。很快叶念就被他们一圈圈地围了起来。哎，停！他先从自己衣兜里面掏出一把灵晶，撒向地鼠群。来，先打个招呼。地鼠崽子们他们太喜欢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了。等他们把灵晶抢完了，叶念才开口说着，你们是刚到前线吗？地鼠们比划着，我给他翻译道，他们早就来了，比你早3天到呢。地鼠打洞的速度可真是快呀，叶念感慨着。地鼠们又开始齐齐发力，把那2个受了伤的人拱了上来。波继续给叶念翻译着，他们说这2人是多梁国的皇子，2皇子和3皇子，追杀他们的人是大皇子的人，内斗。地鼠们救他们是因为他们地鼠一脉的大巢穴在多梁国，而且地鼠王是狄皇后的朋友。波一边解释一边感慨着，哎呀，真是一段感天动地的人兽种族情呢。叶念皱着眉头，多梁国这个国家听起来粮食就很多的样子，难怪会招地鼠一族喜欢。叶念不想去管别人的家事，但还是问着，小地鼠，五洲这边和多梁国的关系怎么样？小地鼠支支比划着。波听了一阵，回头惊讶道，多梁国在前线的地位比较特殊，他是不参与斗争的，他们国的人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但是种田超级厉害，前线之日光很毒，就算没有伤口，被晒久了也会对身体有影响，头晕眼花，没有力气，只有多梁国的粮食能削弱这个影响。多梁国是来前线卖粮食的啊？还有这种画风清奇的国家？没有人去打他们吗？那边就是一个大肥羊啊。小地鼠们不太懂复杂的问题，只摇头，倒是阴满说着，那边没打的价值。多梁国这地方我年轻的时候也知道，那地方的人性子烈得很，实力虽然不强，但绝对不接受自己成为奴隶。之前有人想要去攻打过，结果才攻下一城，抢下那些灵田都还没来得及高兴呢，那整个城市的人就突然和疯了一样，纷纷举刀自杀了。一念悚然，
一个不留。对，一个不留，绝不为奴。偏偏那边的灵田只有他们多梁国的人才能种，你说人死光了，这地方打下来有个屁的用？打下来还要人力物力，不划算。后面索性就没别的小世界去打了，只是强制要求他们把粮食拉出来贩卖，90%的收入都要贩卖，不然就强行攻打。后面索性就没别的小世界去打了，只是强制要求他们把粮食拉出来贩卖，也就是换个霸道的方式抢占了。不算抢占，在前线这里粮食金贵，不过多梁国的车队很容易被抢。毕竟这前线乱得很。算了，我们走。一念看向小地鼠们，你们能带我去五洲那边的据点吗？小地鼠们点点头，摆着小尾巴在前面摇摇摆摆的带路。他们还带上了那2位皇子。小苗摆了摆自己的叶子，悄悄地躲在一念耳旁，碎碎念着：念念啊，你可不要把我拿出去给他们疗伤哦，我的治疗术是要留给你的，这里很危险。放心吧，他还没那么烂好心呢。对面那只大地鼠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转过身冲着一念一顿比划。一念看着窝窝，他们说五洲据点前段时间得罪了多梁国的大皇子，大皇子那边压着粮食不给五洲人呢，这会儿那边都快饿死了。难道五洲没有余粮？他们这次过来只带了自己够吃的粮食，可没带多的。没有，五洲的粮仓被炸了。这群没用的东西。窝窝目光盯在这2个人身上。主人，这边是要记战功的，杀敌有战功，上交珍宝有战功，这拉粮食回去，战功是干嘛用的？用来换落珠果的呀。一念目光温和地看向那2个落难皇子，大皇子不对付，这不还有老2老3呢吗？一念热情地拨开了小地鼠们，义正言辞道：怎么能这么对伤患呢？来，让他们靠边躺下先，我不着急回去。小苗一扭一扭地来到2个人面前，有样学样。身为一棵治疗苗，就是要大气，要救伤患于水火之中。起开起开，苗要救人啦！这就是复杂的人类吗？一念像是看出来小地鼠们在想些什么，冲他们弯唇一笑。这是陌生人之间的公平交易，就好像我给你们灵晶，你们带我出去一样。一念拍了拍2个皇子的脸，你总不能要求世上所有的人都无缘无故对你好吧？尤其是在这种除了自己人都是敌人的地方，那得多大脸，是不是？与此同时，在五洲据点当中，袁心碎脸色难看，他抬脚就要往外面走，大长老连忙将人拦住。不可，小神境强者出血会被围攻的，纵然是少主您被围攻也是有危险的。念姑娘聪慧，想必能找到办法自己回来。我们先进据点，再商议怎么去找念姑娘。大长老好说歹说，才勉强拦住了要发疯的袁心碎。只是没想到一打开据点，就看见里面驻守的人都有气无力地靠着墙壁。这是怎么了？中毒了？这是怎么了？中毒了？那人虚弱地摇头。你们的粮食呢？大长老不是第一次过来了，知道这个鬼地方没有灵粮是绝对不行的。不就是粮食没了吗？有第一次来的人不解地说着。咱们这里最差的也都是人灵境了，几个月不吃饭都没问题啊。你懂什么？要是没有灵粮，咱们这些守在这里的人都得等死。你们这次来肯定都带有粮食，那些都是你们市里给你们准备的灵粮。旁边一个饿得眼前一片发黑，眼看就要呕血的人直接扑了过来，一把抓住离得最近的于绵绵。快把吃的先拿出来，你们不拿我们就要饿死了。那些守着据点的人饿得头晕眼花，早就顾不上那么多了，这会儿竟然将过来的人团团围了起来。一群人立刻捂住了自己的空间法器。都是我们的灵粮，凭什么给你们？给了你们之后我们吃什么？滚开！外面的人还没打进来，里面就已经乱成了一团。最后还是大长老看不下去，厉声呵斥着：谁在闹？我现在就把你们丢出据点，要不要试试看？这才让那些闹事的人都安静下来。白家弟子死死地捂着灵粮，嚷嚷道：来这里本就是自己顾着自己的，我可没那么好心，牺牲自己救别人。我们的粮食是我们自己的，给不给由我们说了算，你不能逼迫着我们给。他们这3句话一下把其他势力的人带动了起来，蠢蠢欲动的想要跑。跑哪儿去？一个身穿红色帐袍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个子矮小，但他浑身上下的肌肉如同铁块一样膨胀，名为豆丁，是常驻据点的3将之一，小神境巅峰强者，但别人私底下都悄悄喊他豆丁将军。不想留粮食？哼，行啊，那据点你们也别留下了，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这些将士都是立下死誓，守着土地半步不离，和你们这群来了就走的可不一样。若是没有他们，你们觉得这会儿能平安的站在这里同我说这些屁话？话音落下，他身上气势炸开，竟然直接把几个带头的弟子掀飞了出去。大长老皱了皱眉，但什么话也没说。豆丁骂完几个弟子，他突然伸出脚，猛地踹在了几个扒拉着鱼绵绵要粮食的将士身上。丢人现眼的东西！我说了多少遍了，再饿再难受都不能从女人和孩子手上抢东西吃，你们这是要丢我的脸吗？没事的，没事的，我可以分一点吃的给他们，吃饱了我们才能一起对付敌人，不然光靠我们这群新人肯定是不行的。小公主善良得很，再加上平常做的最多的就是救死扶伤的事情。不过这位将军，你们吃了我的粮食，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啊？你们吃了我的粮食，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啊？我有个朋友在过来的时候冲破了空间流，不知道现在被传送到哪里去了，你能带上人一起帮我找找吗？哼，一个阵法上都站不稳的人，带着儿戏的态度上前线，这样的人不值得我浪费人力去找他。至于粮食，你们不给的，我们据点战士将不再给予你们庇护。见这些人还要废话，豆丁又一嗓子提前把人都给镇住。少他娘的废话！想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没有这样的道理。粮食！众人看向大长老，满满的不甘心。给吧。孟小七几人因为一念不在，脸上焦急，只想给点粮食，快点出去找一念。他们倒是不吝啬这点灵粮，毕竟于妹妹有句话说的不错，豆丁的人如果都死了，据点空了，那他们必死无疑，甚至连世界窗都要被攻陷了。这不公平！在这种混乱的地方，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可说的。窦将军不是要欺负你们，等以后你们就明白了。大家擦了擦眼睛，并不认同大长老的话，还想去找驻守在这里的自家长辈讨回一个公道。豆丁盯着众人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走。可就在他转身那一刻，身上汗毛突然竖起，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一样难受，澎湃的灵力带着杀机，把他整个人捆住。他转过身，对上了袁心碎一双阴冷的眼。分一部分人出来，去找念念。不是商议，是在命令。豆丁死死咬牙，硬扛着灵力的冲击。我说了，那种阵法位都站不稳，当前线是儿戏的女人，不值得我战士们担风险去救。豆丁双眼冒火，心里却惊讶于袁心碎的实力，可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手下战士去冒险。要战就战，在这片地狱，老子还真没怕过谁。眼看着就要打起来，大长老只能硬着头皮再度开口劝说着：少主，当务之急不是打架，我们先去找念姑娘，左右这些人进据点也安全了。交界处这样的地方，多一瞬都是多许多危险。袁心碎紧抿着唇，他眸光直直落在豆丁的身上，连周围的一众弟子和将士都能察觉出紧绷感。最终袁心碎还是想先找到一念，没打成，转身往外面走去。袁姐也冲圣山宗的人招了招手：有经验的弟子同我一起出去，第一次来的人就不要出去了，先熟悉环境，免得白白丢了性命。袁杰看了一眼窦将军：窦将军，我知道你一心为了底下的战士着想，但是你之前有句话说的不对，阴念没有看不起前线，也不是带着儿戏心态，是过来的时候被站在身后的人害了，强行将他从阵法位上推了出去。你在前线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前段时间天一州被修邪师包围，要不是阴念一人挑了修邪师安插在我天一州的老巢，我们不知道还要死上多少人。您可以拦着你们的士兵，觉得他不值得你们救，但希望刚才那样的话不要再说第二次了。豆丁垂在身旁的手猛地收紧。袁杰说完，还看了一眼从万寿国来的那2个人和白家人：你们地基害我朋友的这笔账，等我朋友回来了，我们慢慢算。万寿国的2人缩了缩肩膀，看着就非常窝囊，也不知道怎么被选上来的。倒是白家人顿时就不高兴了：地基是万寿国的，我们白家如今已经不是白灵长家了，和他有什么干系？袁杰冷哼了一声，转身就往外面走。他才没空搭理这些东西呢。就算万寿国和白家划清界限了，那苏黎燕好歹和白家人还有点沾亲带故的血缘关系，也没见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找他，可见这人做人失败到了什么程度。窦将军，有人见豆丁一动不动，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豆丁这才深吸了一口气，把粮食拿一点出来。身后一部分人虽然不愿意，但碍于豆丁的威势，只能不情不愿地掏出一点来。白家人则是死死地捂着自己的法器。豆丁已经拿到了一部分粮食了，他目光阴沉地看了一眼这些嗷嗷叫唤的白家人。哼，赶紧先煮了，然后带着这群肉蛋子们操练起来。这人说话真是粗俗，这样的人怎么当上将军呢？就是，白家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其他势力的人都默默地开始熟悉环境。灵粮兑上水，那些战士甚至连粮食表层的壳子都不舍得去掉，直接就那么煮了。煮得半熟不熟的，就已经忍不住拿勺子去舀了一勺。等终于有东西到位了，众人刚才那失心疯的样子才终于没了。也有战士看向窦将军：“将军，你也快吃一点，你比我们吃的少，出去的次数又多。”窦丁看他们要给自己舀粥，顿时就骂人了：“让你们先吃，磨磨唧唧那么多话，你们当本将军和你们一样？赶紧吃，吃完了去外面站岗。”饭本就不多，一个个还饿得心里发慌呢，没忍住就把那锅粥给分完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周围忽然一声闷响，和打雷一样，大家怔住了，随后看向了窦丁的肚子。这雷声是他肚子在响吧？看什么？窦丁的眼睛顿时瞪得更大了，纵然肚子已经闹腾的和打雷一样了，看起来也和吃饱饭的人一样，甚至都没有受到那日光影响的意思。切，就他这样的还能饿了？就是，还有力气教训人呢。哼，饿死算了。倒是于绵绵看了看自己的灵粮，又捞了一把准备给这位将军来着。谁知道他刚走过去，就看见了窦丁脖子上都是青筋浮现。于绵绵怔住了，神域族对人的身体有非常强的感知能力。这位将军明明已经到极限了，可他却不动如山，是为了省下一口给他手下的兵吃吗？你……于绵绵劝说的话才吐出一个字，面前站得笔直的窦丁忽然浑身一颤，瞪大眼睛倒了下去。将军，快拿饭过来！我就知道将军是强撑着的，是我们太不懂事了。有人掀开锅盖，结果声音干涩道：“没了，都被大家舔干净了。”战士们看向了身后那些人，不少人都低下头，捂着自己的法器后退着。于绵绵看了看自己抓的灵粮，要不我的……他的话再次被打断，脚下的土壤开始大面积颤抖起来。这是怎么了？战士们没有搭理他们，手上的法器全都指向那片土地。下一刻，一颗毛茸茸的脑袋冒了出来，紧接着2颗、3颗全都出来了。无数的小地鼠从那大地道里面钻出来，一只只都踩在窦将军脑门上。人家才不知道那是将军呢，就觉得这踏爪石还怪软的。一念先是把那2个皇子甩了出来。这2个是什么人？看这尾巴是多良国的。谁？敌人吗？快列阵！别害怕，自己人。孟小七他们已经听出声音来了。小师妹，战士们挠头，这就是那个被弄出阵法的一念。他自己回来了，一个人。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之下毫发无损的从交接地回来。小地鼠们不高兴，什么叫做一个人回来呢？不是还有他们的吗？一念从那坑洞里面爬出来时，没看见窦丁一脚下去，正好踩在他脸上了。哎呦，这什么东西啊！战士们这才发现他们将军的模样，当即心痛的惨叫一声：“将军，快去把将军扶起来！”众人都很尴尬，一念左看右看，悄悄冲着孟小七说着：“师姐，这颗矮豆丁这磕碜模样，我怎么看着都不像个将军啊？是不是这些人弄错了？”这话你还是别当着他的面说了，这人脾气暴躁的很，确实是将军没有错，之前还说你呢，说的可难听了。话刚说完，本来还直挺挺倒着的人，唰啦一下就坐直了。谁骂老子是矮豆丁？有本事来比比身上的肌肉！晕过去的都能被这3个字气得醒过来。一念倒是眼睛一亮，冲过去蹲在他面前：“哎，窦丁将军，你是这里管事的吗？听说你这里要借战功领奖，我给你们搞到粮食了，你给不给我借战功啊？”周围所有人都被他这话给镇住了。白家弟子哈的一声嘲笑出声：“哈，真是空口白牙就能放大话呀，说话都不打草纸。灵粮，你哪儿去拿？你能有灵粮？你可知道灵粮多珍贵？难不成又想帮着这个所谓的将军抢我们的？难不成又想帮着这个所谓的将军抢我们的？”叶念这才注意到白家的人，哼，白家的人，你们白家倒是比之前更大胆了。你们苏林燕回来了吗？白家人和万寿国的人一下都噎住了。没回来呀，也是，说不定已经死在前线哪个地方了呢。毕竟存了害人之心的人，死了也不可惜。你怎么如此恶毒，诅咒我们地基？万寿国的人先忍不住了，他们刚往前迈一步，整个人像是承受了巨力一般，重重的砸在墙壁上。一念诧异了一瞬，回头看，是窦丁收回了手。叽叽喳喳，信不信老子撕了你的嘴，为外面的食人族？老子最看不上的就是对自己阵营的人挥刀子的人。你们那个什么地基，最好还活着。活着他非得给他好好操练一番不可，恶心玩意儿。说完，又转头看向一念：“小丫头，灵粮若是真的弄得来，你当然可以记战功。”那就好。一念轻笑了一声，招了招手，小地鼠们立刻就把那多良国的2个皇子抬了过来。你怎么还平白带了2张嘴过来？
我们这儿可没有余粮。这是多梁国的2皇子和3皇子，我到这里的时候两人被追杀，是地鼠们救了他们2个。地鼠是我朋友，现在这2个人伤得很重，等我治好他们，不得拿点报酬吗？一念说完，在场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白家人也跟着往前走了一步，想看看这2人。一念抬起头来，目光锐利地看向白家人。哼，不过嘛，人是我救的，也是我托了小地鼠带到我们据点来的。说是拿到灵粮，除了战功之外，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说，白家人、万寿国的人，不分他们1粒米。谁稀罕？真当自己是碟菜了？不给就不给，你们也休想拿我们的灵粮。豆丁冷笑着，这些人方才还说自己没有灵粮，这会儿又说漏嘴了。哼，记住你们今天的话，我们据点拿到的灵粮不会分你们1分1毫。白家人眼中似乎满是不屑，万寿国那几个怂货也是一脸的冷笑。大拉疑惑地悄悄说着，这2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太过猖狂了？之前还没这么猖狂的，他们这是有什么依仗吗？一念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当务之急是把这2个皇子先给弄醒。丫头，你不是说能救这2个人吗？赶紧的吧。战功，豆丁想了想，在前线杀同等级的敌人，1颗人头为1分的战功，越星级1颗人头为10分，越阶级100分。上缴自己获得的灵宝法器等等也有定量额度，要看你拿到灵粮的数量。你若是能拿到100斤，算你1000分。一念算了算，这个比例可以。苗苗，下一刻，一株妖草兽就从他袖口里面探了出来。苗苗，豆丁那双眼睛都快凸出来了。啊！妖草兽，如今还有人能驯服妖草兽？驯服妖草兽的法子可只有远古大能才有。都让开，苗苗要动真格的啦！从来没见过妖草兽的众人还非常听话的齐齐往后退了一步。小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狠狠地呸了一口，2颗晶莹的露水吐进了这2个重伤之人的嘴中。这纵然是主人一念都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还好他没有伤到喝小苗口水的地步。哦，眼泪倒是喝过，那是不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想到这里，一念忍不住绿了脸。还别说，这效果比普通的治疗好多了。很快，这2个男人就悠悠转醒。这是哪里？我们是五洲人，这是我们五洲的据点，是小地鼠们救了你们。小地鼠立刻摇头，用爪子指了指一念，他们只是负责搬运哦，救人的是念念呢。看见小地鼠，这2兄弟立刻松了一口气，毕竟地鼠王和他们母后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是真的把地鼠一族当家人对待的，还给地鼠们一直送灵粮，所以鼠崽子们才能在得不到灵晶的情况之下还吃得这么胖嘟嘟的。见小地鼠们这样，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站起身来，连忙向一念道谢。是姑娘，你救了我们吧，多谢你。2人也很上道，直接从法器当中掏出了300斤灵粮。我们身上就只有这么些了，除了灵粮就没有别的了，都给姑娘您聊表谢意。一念眼睛一亮，哼，这2人上道啊！哈哈哈哈！你俩上道，不错不错，比你们那个贪心的大哥好上许多。蒲善大的巴掌拍在2个皇子身上，差点没把人给拍地上去。2人黑了脸，却不是因为被拍，而是因为大皇子。如果不是遇到了念姑娘，恐怕这次我们2个都要被大哥那畜生给害了。你们怕是没见过兄弟相残的事情吧？我大哥名为多魔，是我父皇的第1个儿子，却不是嫡系所出。我和弟弟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出身看不起他，反倒是对大哥多有敬重。这些年也一直相处得好，却没想到他竟然是在这里等着我们。2皇子多力红狠狠地拍了拍桌子，他弟弟多力清也是咬着牙，显然还没有从被兄弟背叛的打击当中回过神来。旁边的人听着也忍不住跟着动容，只有一念面无表情的格格不入。你不觉得他们可怜吗？一念愣了一下，可怜的。孟小七怔住了，一念在说谎，他对他们口述的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几分波澜，要么是一念天生冷情，但这么久接触下来，他知道小师妹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小师妹经过的比这2个惨多了。孟小七顿时被自己猜测的这个可能弄得整颗心都揪起来了，抬手一捞，小师妹，真是苦了你了。还在走神的一念一头雾水，不只是孟小七，从刚才开始一直没有出声的殷满也想到了一念小时候的遭遇，半个字也不吭。一念还不知道这2个人怎么忽然就这样了。见多丽红和多丽青去房间里面休息养伤，一念转了一圈，突然发现少了很多人。袁希岁呢？袁杰也不在，他不是说要和我组队吗？坏了，我忘记他们去找你了。一念一愣，这事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我忘记了，你过来的阵仗这么大。一只脚刚迈出去，一群人面色就一变，地动山摇的，晃得人头都晕了。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众人抬眼往外面看去，就看见一片冒上来的滚滚浓烟，是小神境交战之后的痕迹。还有就是隔壁据点炸了。才刚啃了一口干谷子的豆丁瞪圆了眼睛走了过来。隔壁据点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都打得冒烟了。他还在乐呵呵的笑呢。倒大霉了吗？这不是啊？招惹谁了呀？这一念心底生出了一个想法，该不会是袁心碎弄出来的吧？刚想完，天空上面就出现了许多道身影，是隔壁据点的那些天灵境强者被迫飞升上空。看那匆忙的架势，还狼狈得很。疯子，真是疯子！都说了，我们这次抓回来的娘们里没有一个叫做阴念的。我求你了，你赶紧走行不行啊？豆丁一口灵粮全都喷了出来。找你的？阴念神情难看，看来是找我的，我得回去看看。阴念警惕地看了一眼豆丁，袁心碎是为了找他出来闹事的，但是这样说不定会给五洲据点带来麻烦。他担心这个人要是因为这件事迁怒，可谁知道？哈哈哈哈！好，是你那情郎干的呀！奶奶的，老子早就想收拾他们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几个据点的人联合起来炸老子的粮仓，也有他们的一份。他一马当先冲了出去，身后的战士们也疯狂地跟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一念和孟小七吓了一跳，这就是咱们据点的作风吗？旁边几个圣山宗的人因为袁杰不在，这里就只剩下一念一个认识的了，大家不自觉的就往一念那边靠拢了过去。我之前就听袁杰师姐他们说过，这据点有3位将军，其他2位将军不太露面，所以不清楚。但是这一位将军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开始我不信，现在大家看着这一连串哈哈奔出去的人，纷纷露出担忧的神情，不是担忧豆丁和战士们的安危，是担忧他们这群人的未来。走，咱们也去看看。走，咱们也去看看。一念顿时就醒神了，小声叫来圣山宗其他弟子，还召唤人鱼族的于绵绵。小人鱼，快来呀！来啦！周少玉也来了。一念，带我们一起啊！他总觉得跟着一念不会吃亏的。就这样，一群人汇成了一团，飞快地跟了上去。偏偏和之前战士们冲出去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很不一样，这群人在一念的带领之下苟得很。他怎么能这样呢？他们竟然看见一念没有跟在战士们后面，而是带着这一大堆人悄悄挤进了战士们中间，然后一脸严肃地融入了他们。他奶奶的，这不论前后左右哪里有人攻击过来，那不都有战士们冲在前头吗？无耻，臭不要脸！没办法，他们在这片战场上都是菜鸟，那不得稳妥着点儿。到了隔壁据点，一念才知道袁心碎为什么要断了这据点找他了。他竟然在这个据点的大殿上看见了满地被捆绑住的女人，他们眼神麻木，缩成一团，见一念他们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双雄国那地方是个比较特殊的小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男人有修炼的天赋，女人都没有，所以那边的女人会遭受怎样的对待呢？可想而知。多良国用粮食作为交易，双雄国就用女人讨好那些大世界的人，不仅用自己国家的女人，还会专门去抓别的小世界的女人，找机会背后偷袭，废了他们修为，再将他们以高价卖出去。那些女人多是骁勇善战的，得罪过的那些人很乐意花高价买回去折磨他们。这些话听得一念眉头直皱着。原先虽是看见了这些人从外面抓了大量女人回来，所以才过来查的。他往四周看着，豆丁已经二话不说和别人干了起来，只是他没看见袁心碎。哎，今天这据点都没什么人啊，他们的主力难不成都出去了？这可便宜我们了。一念顿时一拍掌，走去哪儿？据点里面啊，这会儿那些人肯定被吸引到外面去了，据点里面空着，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啊。你要去抢东西啊？咱们是他们邻居，邻居之间串个门，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呢？一念嘴上说的大义凛然，身子却很诚实，悄咪咪地弯着腰往里面摸着，声音轻的不能再轻了。等会儿咱们就把里面东西都给掏空了。走，姑奶奶带你们去炸他们粮仓。小队长都惊呆了，这么刺激的吗？一念带着人悄悄地钻进那据点，嘘，小心点儿，说不定里面还有人呢。可一进去，相比外面的战况，里面却安静的只剩下一片死寂。小队长也傻眼了，这是一个都不在老巢，念姑娘，你这办法好啊。小队长一边往里面走着，一边忍着不要让自己笑得太大声了。咱们分开找会快一些。他的话音才落下，
一念竟然已经自己带着人走到了内室。一念带着人逛了一圈，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哎，这双雄国怎么这么穷啊？一念记得一脚就蹬碎了，一看就是他们老大坐的那个位置。座位碎开之后，地下有个脑袋大的圆滚滚的玻璃球掉了出来，还嵌在一块板子上，灰扑扑的。这个玩意儿，一念缓缓皱起眉头。算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嘛，勉为其难收下好了。这东西你都要，那你还不如搬空呢，小师妹。这样那些外出的主力军回来看见，肯定要气疯了。悄摸摸进来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对啊，还能这样？一念动作最快，因为百变和辣辣也出来拿着法器帮忙了。殷曼还在脑海当中嘚吧嘚说个不停。快，右边那个锅子是谁的？哎呀，臭袜子也不能放过呀。大可不必吧，这群人由一念带领着，在双雄国据点的搜刮就犹如蝗虫过境，寸草不生，直到最后大到桌子凳子，小到一块破裤衩子，一点也没留给他们。一念说的东西是所有人里面最多的。他来到粮仓门口，兴奋的一脚踹向大门，大门纹丝不动。一念黑了脸，小队长迅速带着人过来助阵。我们合力，3、2、1。一声令下，大门依然纹丝不动，连那拳头大小的金锁都没有晃荡一下，仿佛在嘲笑这群愚蠢的凡人。就在一念打算再强行突破一次的时候，身后传来怯生生一个声音：“安然。”一念转过身，发现是原先被绑的这些一脸麻木的女人们。一念刚才给他们松了绑，这才发现大家竟然都没走，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你们这样是没有用的，要拿钥匙。我们如果有钥匙，就不会用这个办法了。趁那些人还没有发现你们，你们赶紧走吧。站在最前面的是个看起来非常沉默的女人，她个头比男人还高。这女人看起来就和双雄国本国的女人不一样，眼中毫无灰败怯懦，甚至带着几分天然的傲气。我知道钥匙在哪里。女人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来到了粮仓大门口。她举起手指，在左边一块方格上敲了3下，又在右边一块方格上敲了4下。咔嚓一声，有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女人捡起钥匙，双手拿着递给了一念。我看见过那些人取这钥匙，双雄国的男人都是空有蛮力没有脑子的蠢东西，他们好几次弄丢了这个钥匙，干脆就弄了这个东西，免得再丢了重新做。一念愣了一瞬，下一刻便接了过来。这怎么好意思啊？女人原本以为一念会推拒一下的，看来是她想多了。一念才不会推拒的，不要拦着人家报恩嘛。天！看着推开的大门，小队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里面堆满了粮食，足足有上千斤。收下！一念大手一挥，上千斤粮食就进了他空间里面。只是收完了灵粮，却看见底下一个巨大的白玉大盆。这是好东西，这3个字都没说完，那大盆也被一念给收进去了。一念拍了拍自己法器，你要说啥？没有了。一念走出去的时候，还特别嚣张的，连锁和钥匙都没放过。撤！一念带着人又鬼鬼祟祟出去了。那些双眼麻木的女人看着刚才像盖世英雄一样的恩人们，这会儿和一直是弓着腰的老王八一样，排着队往外面走着。他们迟疑了一瞬，有样学样，也跟着这副姿态往外面遁着。那个高个女人站在身后，抽搐着嘴角，看着眼前这一幕。真是，当这一群人都开始猥琐的时候，便恨不得自戳双目了。殷曼还在不断的夸赞说：“好，你这就有爷爷我当年的几分真传了。咱们该刚就要刚，该怂就要怂，不费一兵一卒就打胜仗的才是圣人。”殷念点头，说得很对。只是他出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后面留了一会儿，远远的看见袁心碎果然和留下的那个小神经在打架。旁边豆丁时不时狂笑着冲上去补一锤，那小神经已经要被打死了。一念知道袁心碎担心自己，该怎么让他注意到自己呢？一念很急，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一念深呼吸一口气，他死死压着身体里的魔元素，像是从汪洋中抽取一滴一样难。终于，袁心碎耳后一颗小小的魔元素出现了。袁心碎感觉到了魔元素的碰撞，愣了一下，对上了站在远处朝他小心招手的一念。袁心碎眸光一亮，顿时将被他掐着脖子的小神镜丢给了豆丁。你解决。袁心碎直接朝一念飞了过去。袁顺顺，一念才说出3个字，就被袁心碎猛地抱住了，差点被扑倒在地上。他刚想说自己没事，就感觉有一个冰凉的手放在了他腰上，轻轻抚摸着。一念懵了，那手一路顺着腰往上走，少女雪白的肌肤上顿时泛上一层惊心的红。一念猛地推开袁心碎，你干什么？袁心碎眼中有茫然。帮你检查伤口。
不用，我没有受伤。袁心碎看他这副激动的模样，先是不解，随后是想到了什么，整张脸也跟着红了起来。一念看了一眼周围的战圈，把袁心碎拉了过来。我们先回去。衣袍上沾了一身的血的袁心碎乖乖点头，和刚才直接撕开对方据点的煞神判若两人。不是，这些女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到据点之后才发现，他们竟然跟过来了，怎么办？女人们见一念仿佛是主事人，立刻朝他跪下了。恩人，我们能不能留在你们的据点？我们除了不能修炼，什么都能做呀。也不用留粮，给我们一口普通的饭就好，能不能扛得住就看我们自己了。你们看行吗？求求恩人了，我们知道这个要求很不要脸，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呀。他们砰砰地磕着头，磕得头破血流的。被一群女人围在中间的是10几个看起来还很小的孩子。双雄国竟然把这么小的孩子都给带来了，孟小七他们脸上都浮现出憎恶的神情，实在是恶毒。抱歉，我没法做主这个事，你们等我们斗丁将军回来之后再说，我不管事的。女人们愣住了，一念朝里面走着，他打算修炼一下，却发现那个高个女人跟在自己身后。一念愣了一下，你做什么？我还能修炼，他是被他们用药暂时封住了灵力。所以呢，你不是双雄国的人，你可以回你的据点去。一念想到那个钥匙的事情，我们俩清了。可那女人却摇了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一念。我是被放逐的流浪人，我没有据点可以回去。就在这时，白家人刚好走出来了，听见这话，顿时发出了嘲笑声。谁都知道流浪人是在自己的世界犯了错才被驱逐出来的，那都是最下三流的货色。阴念，你自己不要脸，可别带着一个流浪人来污了我们据点啊！喂，赶紧滚，别脏了我们的地儿！女人抬起眼睛，死死盯着说话的白家子弟。一念轻笑了一声，看向了娜娜。娜娜心领神会，猛地朝那嘴碎的弟子飞了过去，一脚把这个8星人灵境的弟子拍进了地里。我主人说话的时候，有你插嘴的份吗？白家几个弟子受了辱，红着眼睛就要扑过来。怎么，白家的狗崽子要打架？圣山尊的人也过来了，站在了一念身后。袁杰师姐说了，这次要和巨人族合作。于绵绵抬手一挥，鱼人族坚定地护着一念，白家顿时就不够看了。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道带着几分婴儿的声音平缓地响起。早就听闻天一州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你就是阴念。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阴念瞥了男人一眼，不知怎么的，才第一个照面，他对这个男人就没有半分好感。大概是因为他那种除了我之外都是垃圾的高贵眼神，令人作呕。我是福神塔的八神子。他说完，周围便响起了一片吸气声。八神子挑剔地看了一眼阴念。流浪人有什么资格迈进我们据点？还有，你为何一来就滋事挑衅？你这是要坏我据点的规矩。你的规则？哼，真是大言不惭。这据点是5州据点，你是5州的王不成？想要护着白家这些狗就直说，装的什么乌龟王八大头蒜呢？混账！你敢对福神塔的神子不敬重？白家人顿时怒骂：阴念，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知道福神塔在5州的地位吗？你知道自己现在还能修炼灵力是拜谁所赐吗？哦，是拜谁所赐？白家弟子看向站在阴念身边的袁心碎，眼中带了些畏惧。但一想到白家族老说了，福神塔的8神子会照顾白家和万寿国的人，顿时那点畏惧也就没了。当然是福神塔的诸位神子所赐。当年那场灵力枯竭的动荡，你们不会不知道吧？赤鬼谷的人几乎就要压不住自己的满腔杀意，这厮竟然还敢提这事儿。灵力那是他们全族的气运和血肉啊！白家那个小子眼神之中满满都是优越感。你们跪下磕头谢恩都来不及，哪里来的脸大眼不残的和福神塔的神子强生？哼，没皮没脸的都。最后一个字都没说完，这个弟子的脑袋直接整个炸开，如同一个烂西瓜一样，在地上只留下一个红色的印记。神子救命！白家人都吓尿了，纷纷躲到了8神子的身后。8神子并没有因为这个弟子死了而愤怒，但是他觉得袁心碎非常的不给面子，故而脸色阴沉地盯着袁心碎问着：小神境巅峰的阵法师，你这是要与我福神塔为敌？8神子依然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他将视线转向一念。你这样残暴又怂恿身边的人滥杀无辜的，没有资格住在我们5州的据点。8神子眼中杀意一闪而过，却因为袁心碎坐在一念身边，导致忌惮着不敢动手。畜生披上人皮，便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了，
真是可笑。一念死死抓着袁心碎的手，他感受到了袁心碎磅礴的杀意。一念压低声音：“现在不能动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面不少小世界的据点都在虎视眈眈，我们去外面自己弄个据点，安置好了，再回来教训这些人。”袁心碎看了一眼一念，他眼中有对他的担忧，他是怕他在这里不管不顾的开战，折损在这里。八神子还在咄咄相逼：“自己滚出去吧，别让我脏了手。”他挥了挥手，无数的战士从后方走了出来，人数远超过一念和袁心碎的人。而让一念吃惊的是，这些战士竟然一个个的面色红润，半点没有被饿的迹象。这八神子和豆丁肯定不是一路的，一念大胆猜测着，否则怎么可能一边的战士养得膘肥体壮，另一边的饿得快死了呢？念头刚落下，豆丁的大笑传了过来：“哈哈哈哈！小丫头，我听说你带着人把隔壁老曹给端了，可以呀！”你回来了。豆丁在看见八神子的时候，面色猛地一僵。见八神子带着人将一念一群人围着，豆丁的脸色猛地发黑。王八，你什么意思？八神子那高山神明的样子，几乎要维持不下去了。你胡乱喊的什么？哼，你本名王帕，又是什么八神子？咱们简单的说一下，不就是王八吗？哈哈哈哈！放肆！豆丁身后的人也不怂，气氛顿时剑拔弩张。那流浪人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低声对一念说着：“对不住，是我给你带来麻烦了。和你没有关系，这个王八就是冲我来的。”八神子死死瞪着一念：“哼，看什么？”袁心碎轻笑了一声，法阵直接布满整个据点。大长老额头冒汗，福神塔的人对他们县族的法阵总是要敏感一些，少主万一打得激动了，把县族独有的法阵弄出来，那可就不好了。好在一念一直紧紧抓着袁心碎的手，这才没让袁睡睡表演一个现场发疯。豆丁的目光在八神子和一念身上来来回回，终于眼睛一瞪，悟了：“你是对阴念不爽？这样不尊重福神塔的人，留在这里是对我们整个福神塔的蔑视。窦将军明白就好。”呸！我要是明白你个王八心里的想法，那我还是个正常人吗？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豆丁！八神子身上的气势猛地炸开，直接对着豆丁就猛地攻杀了过去。来得正好！哈哈哈哈！豆丁大笑着冲了过去，两人立刻到高空之上，打得天地变色。一念皱起眉头，豆丁将军没吃饱，怕是打不过吧？袁心碎蠢蠢欲动的要上去，一念摁住他手：“你不能上去，你县族的身份要小心些才是。”一念听大长老偶尔说起过一次，福神塔是袁心碎的大敌，他现在还帮不了什么忙，但也不能看着袁心碎陷入危险的地步。一念握紧了他的手：“你放心吧，等我集齐四宝，破了白头山和魔剑的封印，你恢复了实力，你想打谁便打谁，好不好？”袁心碎诧异地看他一眼，心底翻滚的杀气都停了下来。他想说，即便不破那封印，他恢复实力也就是时间问题，他能修炼到那一步的，就算割开90%的实力，也能重新的修炼上去。但话到了舌尖儿，便只剩下一声很乖巧的：“好，我等你。好，我等你。”就在这个时候，一念听见了天空上传来一声闷哼，窦将军要败了。旁边的小队长忍不住咬着牙：“我们将军许久都没有吃饭了，之前吃了2把干的灵药，远远不够的，还和那双雄国的小神境强者战斗过。那八神子也就这时候敢和我们将军一战了。”现在豆丁浑身是血，还冲着袁心碎吼着：“你小子不许上来，这是老子1对1的战斗！”一念握紧的手松开，他看向了巨人族的人：“师兄们，我绝对不会待在这个据点的，你们呢？”“走，这破据点，老子还不稀罕了。”小师妹说的哪里话？你去哪儿，师兄们就去哪儿。就是，谁稀罕啊？我们和你们一起走。圣山宗的弟子们还在犹豫着，他们也想去，但是袁杰师姐还没回来。就在这时，一道爽朗的笑声传了过来：“一念，我果真没有看错你。”说完，又皱着眉头看向了天空上的战场，脸色一沉：“八神子这是又做的什么劲儿啊？你才回来，怎么就断定是那个王八做啊？你刚来这里，你是不清楚那人的作风。这据点明面上是5州据点，其实除了窦丁将军之外，剩下2位将军都是福神塔的人。这2人率领的战士是窦将军的10倍有余。这会儿你看不见他们在据点，是因为他们都出去了。窦将军是真正的英雄，他手下的兵不论出处，人人平等，而且他极为护短。看出来了。但是福神塔不满窦丁的存在已久，他们希望3位主事的将军都是福神塔的人。可窦将军战功赫赫，他们没有理由跟他走。现在福神塔是终于忍不住了。一念听见这些话，心中有了决断，
抬起头对豆丁说着：“窦将军，歇战吧，我可以离开这个据点。当然，窦诸国就得想别的办法来拿了。”豆丁气得气血翻滚着。小丫头，老子之前误会你一次，现在要护你一次，你少管我！冥顽不灵，去死！咚的一声，面前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光阵，倒不是袁心碎出手了，而是大长老黑着脸站了出来，是鬼谷的人也跟着站了出来。八神子适可而止。豆丁吐出了一口血来，抬起手，好像仍是不甘心，要往八神子身上捶。愚蠢的贱民！八神子直接一脚踹向豆丁，豆丁的手在他腰间虚捞了一把，这才压着一丝诡异的笑，被他一脚踹下，直接砸在了一念面前。明明受伤了，可烟尘飞扬之中，一念却看见了豆丁的笑容。他在笑什么？只有豆丁自己知道。他趁乱摸走了八神子腰间的空间法器，堕珠果可就在里面。窦将军，一念上前把人扶起来。绵绵，一念惨喊了一声，于绵绵就非常上道的带着自己的族人过来，围着豆丁投出了无数的泡泡，伤口开始飞速的治愈，连带着内里肺腑都变得舒坦起来。豆丁眼神猛地变亮，是人鱼族，人鱼族竟然还存在于世上。可不是嘛，我们人鱼族哪里那么容易消亡的？哈哈哈哈！好，好，好，有你们在，前线能多活多少战士下来啊！一念确定人没事之后，便眼珠子一转：“窦将军，我带着我师兄他们去找别的落脚处，你……哼，我和你们一起走，这地方也真是越待越没劲儿。我们也是，我们也要一起去啊！”一念面色一喜，多一个小神境强者和豆丁手下带的兵，那再弄一个小据点完全没有问题。那些粮食现在可都在一念兜里呢，这些人都过去也能养得起。一念看向身后众人，还有人要和我们一起走的吗？剩下那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省省吧，你们这群人出去就得死一半，还指望我们也跟着你们出去送死啊？他们转身看向其他势力的弟子，你们可长点心眼儿，咱们各家可都是有长辈在这个据点镇守的，就算你们想走，你们长辈也不会允许的。而且跟着一念就是死路一条，区区5星人灵境，大放厥词，猖狂。八神子和九神子两人对视了一眼，九神子还有些犹豫，想挽留豆丁，八神子却摁住他手。九弟，你可不要犯糊涂，只要豆丁离开，5州据点便是真正落到我们手上了。九神子眼神微动，八神子语气加重一些，别破坏了至高神大人的计划。九神子点了点头，他看向四周，声音传遍整个据点。若是有人想要跟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一起离开，那就去，福神塔不会挽留你们，只是出去之后，你们就不再受福神塔庇护，生死自负。最后这4个字已经带了凛然杀机，一眨眼的功夫，无数的气息往上冲着，形成了各家标志。凌天学院流，吴家流，风家流，一声声都是留下。一念对此毫不在意，也不吃惊。人家在这里和福神塔合作了那么多年，不肯和他们走，再正常不过了。一念转身看向袁心碎和豆丁，我们走。那流浪人脸上羞愧的神情并未散去，但挣扎了一瞬之后，也闷不吭声地跟在一念身后。一念回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阻止他跟上来。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天一州，周家走！”两位神子本来带着笑的脸，迅速地阴沉下去。天一州周家，不识好歹的玩意儿！豆丁，你不讲道义啊！你去哪儿？一念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个女人是谁呢，就听见旁边的周少玉老实的像个小绵羊一样喊了一句：“娘！”小兔崽子！周家夫人名为周妹，和她丈夫一个姓，脾气也和周家家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妹，你当真想好了，走出这道门，你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周妹也不回答那些人的话，而是看向了豆丁：“走啊，老豆，留这儿等什么呢？难不成还指望着白眼狼给你们饭吃啊？没看着虽然炸了粮仓，但是人家的战士就活得好好的，你手底下的这些人呐，差点都饿死了。我早就和你说过了，狗待的地方呢，咱们人要少待，要被吃干抹净，还要被扒皮抽骨，最后的功劳全都是别人的。”一念顿时乐了，这周夫人是在讽刺那些福神塔的那些人呢。果不其然，福神塔那些人面色难看得很。周妹话锋一转，看向了一念，眼中流露出几分毫不掩饰的欣赏。你个豆丁，一大把年纪了，活得还没个小姑娘洒脱。走！周妹是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派，单手一挥，周家的人就跟她一起跟着耶念往外面走去。走出去的时候，都能听见据点里面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大抵就是天一州猖狂什么的。哼，还真是啊，出来的都是天一州的人呢。
除了天一州最大的周家和圣山宗之外，还有几个大势力跟着周妹一起出来了。我们已经听说了天一州被修邪师围攻的事情，我们只有自救。福神塔那玩意儿占着5州的资源，却不干人事，我们也忍得很久了。但是咱们这灵良怎么办啊？灵良不用担心，我们会想办法的。这2人是被一念救回来的，自然也跟着一念一起走。他娘的！一声声嘶力竭的声音在旁边双雄国的据点响起来，一念面色一变，赶紧走，是双雄国那边的人回来了。一念他们跑得快，没有引起双雄国回归大队的注意。逃走之前，一念还听见那边仿佛死了亲娘一样的喊声：是谁？到底是谁？连我的裤衩子都没有放过啊！畜生啊！一念顿时带着人跑得更快了。双雄国的老大老二看着躺在地上已经凉透的老三的尸体，脸色阴沉的一拳重重捶在地上，将地面捶得4分5裂。有人匆匆跑了过来：老大，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搬空了，连一块木屑都没有留下，我们的灵粮也被抢走了。老大面色一变，猛地往据点里面冲去。他冲进去之后，第一个看的都不是粮仓，而是看向自己平常一直坐的那个座位。嗡的一下，他像是被人迎面重重打了一拳。椅子没了，椅子没了。老二也匆忙跑过来：不过就是一个座椅，大哥你怎么这么难过？椅子我随时让人给你重新做就好了。老大不吭声了，他不敢说。里面有一块万年灵髓玉，有了那块玉之后，修炼的速度起码能提升3倍，那可比老三的命还要珍贵呢。他们3兄弟因为修炼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一起，这么好的东西他想独吞就不方便拿出来了，于是想了个办法，把那玉嵌在了自己座位上。可谁想到竟然被撬走了。老大只觉得气血往自己的喉咙里翻涌冲上来。去查，一定还有幸存的活口留着的，到底是谁杀了老三他们？那些女人也都跑了。老二同样咬牙切齿的，他看向了自己这次带回来的女人，其中被五花大绑丢在最前面的正是苏林燕。他走过去，一把拉扯下苏林燕咬的布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万寿国的地基，我们万寿国的人不会放过你的。他声音尖锐，可眼神里面是藏不住的惊恐神情。地基？大哥，可别打死了他。我看这贱人还是个御兽师呢，这样的女人带到拍卖场，肯定能拿到一个好价格。苏林燕害怕地握紧了拳头，都是一念的错。想到一念，苏林燕眸子里面带着刻骨的恨意。一念现在肯定已经死了，他最好是已经死了。行了，带着这批女人，我们去鬼影拍卖场，先换点灵粮回来。没有灵粮，在前线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另外一边，窦将军，你对这里熟悉，知道有什么地方比较好弄据点吗？还真有一个地方，不过那地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危险。什么地方？听说那个地方现在是夜毒星那些兽人的地盘了。夜毒星很强吗？很强，那边不管是男兽人还是女兽人都很强。本来夜毒星是不参与咱们前线之争的，这次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打开世界窗了。那边的人有善吗？不然咱们避开。避不开的，小人鱼。为了你们，也不能放弃那个地方。周妹凑了过来，眼神上上下下打量着于绵绵，看到旁边的一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慈母的眼神。为什么说是为了我啊？于绵绵声音细细软软的，刚说完，就看见对面周妹的眼神更加热切了。于绵绵身上的鳞片都要冒出来了，好吓人呐！周少玉十分头疼。完了，我娘又来了。一念看他一眼，周少玉解释道：我娘吧，生了我和妹妹，我们俩的性格都像她和我爹。这不是很正常吗？不像亲生父母又像谁呢？可我娘不喜欢我和我妹那样的，她喜欢于绵绵那样的。娇滴滴，软乎乎，还有心思干净单纯，一掐一汪水。周少玉这心里啊，酸得和酿了老陈醋一样。小人鱼，你们人鱼族啊，可是不能离水太久的。但是整个交战地域只有一条河流，是唯一的水源。水源附近的据点都已经被人给占了，现在只剩下豆丁看中的那块地方了。于绵绵不想拖累大家，就说着：我们用木头也可以，我们往空间法器里多装点水就行了。那不行，那你的小尾巴多疼呢。听婶婶的，乖乖的啊。周妹那么大嗓门这么温柔下来，真是叫人毛骨悚然。不等于绵绵说什么，那去那边看看吧，不好了我们再退。好在那个地方虽然很远，但是在场众人实力都不错，差不多走了半天就到了。就是这里了。是一个巨大的瀑布，水面像是一块巨大的雪白断层，从天空上坠落下来。
落在地上，砸出无数的水花和水雾。湖泊里面不断有各种各样的鱼跃上来，竟然都是一念见都没见过的野灵兽，看着却很普，多的好像没有人抓一样。这地方很难找，因为刚才豆丁是带着他们拨开了一大片藤蔓钻进来，才找到这么一个天然空旷的地方的。糟了！旁边的豆丁却皱起眉头，看着瀑布上面的另一段空地，那是夜读星的旗帜。他们果然来了这里，后面还有一些人跟着咱们呢。现在怎么办？多利清两兄弟脸色都白了，他们伤都没好，再加上现在前线都是大皇子的人，只有跟着一念他们才能活。两人又没有战斗力，出去就是死。袁心碎抹了一把湖水，眼中闪过暗芒。就定在这里。豆丁和周妹豁然转身看向袁心碎，毫无疑问，袁心碎是他们这里实力最强，甚至他们都探不到袁心碎底的程度。只是袁心碎一向来都是不出声的，也难得有主动开口的时候。好，那暂时定在这里吧。如果等会儿那边据点有人过来，咱们再看怎么解决。太好了，我也走累了，先歇着吧，让我喝口水先。别说他了，大家都口渴了，于是干脆开始整顿起来。据点不好搭，一念正在头疼呢，却看见周妹转头就丢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法器，那法器迎风暴涨，直接就成了一座大院子。娘，你怎么把爹的宝贝带出来了？一念手上也有移动的可居住法器，但只是小屋子，可想而知周妹这个有多厉害了，还是周家夫人阔。走走走，先进去休整。周妹带着众人打开门，一念最后看了一眼夜读星那边的旗帜在猎猎飞舞着，可据点里面却安静得很。一念，旁边豆丁突然走进来，将一个东西塞进了一念手上。拿着，老子答应给你的战功是没法记了，但是战功能兑换的最好的东西，老子必须得给你。一念一愣，什么东西啊？可豆丁却不愿意多说，把东西放在他手上就进去了。一念低头感受了一下法器里面，阴满的声音猛地在一念脑海中炸响。落珠果，是落珠果。一念猛地收起了法器。真的吗，爷爷？我还会骗你不成？赶紧收好。我就说呢，豆丁那个暴脾气，上去和那王八打一场明摆着不会赢的架做什么？原来在这儿等着呢。一念走进院子里，找到了豆丁。豆将军，这落给你了就是给你了，唧唧歪歪的干什么？咋的？你不想要就还给我。不是，我是想问，你不饿吗？不想要碗灵粮吗？豆将军，如果下次想给底下的人奖励，记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灵粮都还没有给你呢，你就把露珠果给我了，这样你万一碰到一个不安好心的，你会被坑得连底裤都没了。一念一边掏灵粮一边轻叹了一口气，哎呀，说到底还是我人好，你幸运。很快这个新据点就燃起了炊烟，跟着豆丁的战士们将厨房守得死死的。之前光顾着打架还不觉得，这会儿放松之后，饥饿和疲惫一起涌上来。一念则是去找了袁心碎，他进袁心碎房间的时候，看见袁心碎正在看书，他心底咯噔一声，袁心碎不会又在看什么不正经的书吧？一念立刻跑了过去，结果看见袁心碎手上的是一本非常正常的书，简述五洲各大势力的书，还有很多描述人性的，也有一些灵兽杂技。不知怎么的，一念总是觉得袁心碎好像比之前有些区别了。那双原本由天真和暴力掺杂的眼睛，以前是很好辨认他的情绪的，可现在一念看着袁心碎，就感觉他眼底好像是笼了一层海面雾，将底下的碎冰遮掩得如同万丈域内的沉船一般，深不见底。袁心碎见一念一直盯着自己，不由问道：怎么了？一念将心里那股古怪的想法压下，刚才你一直盯着那湖水，是湖水有问题吗？不是，你跟我来。两人来到了巨大湖泊之前，瀑布比刚才喷落下来的架势还要猛烈一些。一念深吸了一口气，那些水雾顺着进入他的肺腑，不知道是不是一念的错觉，他天宫里面的精神力池子好像微微震颤了一下。这里的水，刚才我还没发现呢，这里的水雾让我的精神力觉得很舒服。不是这里的水让你舒服。袁心碎抬手一划，一只浑身冒着雷光的独角鱼就从水中被袁心碎扯了出来，雷光缭绕，猛地对一念劈了过来。一念拿出红伞，一伞架直接戳死了这条鱼。这鱼怎么了？这鱼怎么了？一念知道袁心碎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他看这个。念念，张嘴，吃吧。不，你等会儿，这东西能吃吗？能吃，这东西叫做独角雷鱼，是非常稀有的，对我们的精神力也有淬炼的作用。这个湖泊里有很多这种雷鱼，虽然都是一些连初元兽都不到的等级，但是对你现在的天宫来讲，那是大补之物。袁心碎耐心地说着。多吃点，念念。
一念艰难点头，想到这个雷鱼的功效，也觉得好像不那么丑了。辣辣在他脑海当中闹腾着，太丑了，主人，丑的我好想打他，我忍不了了，主人。别闹！百变摁住蠢蠢欲动的想探出头的辣辣，不是说好了我们要收敛气息的吗？窝窝也跟着点头。我能感觉到前面这个据点好多强者，而且因为那边都是兽人，算是半同族，咱们可得把自己的气息藏好了。一念见闹腾的辣辣被百变压着，这才跟着袁心碎在水里抓了很多独角雷鱼，处理一下再吃吧，这样我真吃不下去。袁心碎闻言点头，纵容的笑了笑。他这一笑，一念打量他的目光当中又带上了几分深思。怎么了？你今天怎么总这么看我？我总觉得你哪儿不一样了，可能是我的错觉吧。哼，我没有哪里不一样。你拿着鱼丸吧，我去里面拿烤架。一念接过鱼才猛地反应过来，拿着鱼丸，以前袁心碎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他的世界当中只有最简单的2种对人的认知，他喜欢的人和他想杀的人。看几本没有营养的书还能有这么大影响啊？算了，先收拾鱼吧。光是拿着这些鱼，他都能感觉到天宫兴奋的颤抖了。同时袁心碎走进了院子里，大长老正在等着他。如果一念在这里的话，就能看得出来大长老脸上对袁心碎的敬畏更加重了。少主，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擅长搜寻的人出去找苏林燕那女人了。袁心碎脸上没了刚才对着一念的笑容，他在高位上坐下。我要活的，明白吗？大长老一愣，只是这一秒的怔愣，伴随着大长老被血脉压制而跪下的扑通一声，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袁心碎的威压。大长老苍白着脸，连连点头，一定抓活的。大长老甚至都不敢对上袁心碎那双黝黑的眼睛，原因无他，还得从老乞丐给送了那些书开始说起了。看了那些书，袁心碎在男女相处这块忽然就开窍了，也让他意识到，原来外面的书和白头山底下长辈们留给他的那些修炼功法是不一样的。外面的书写的动作杂乱又涉猎广，却能让他快速明白一些本来不明白的人情世故，于是就出现了横扫天一州许多书库的事情。但是随着袁心碎看的书越来越多，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规则便了解得越来越深了，那双眼睛也跟着像是蒙上了一层浓雾一般，让人琢磨不清。他正在快速地适应这个世界，然后试图掌控整个世界。五州现在已经基本被福神塔给控制住了。袁心碎的手指在地图上游走着，眼中有寒意渗透下沉。要弄死福神塔那些人，光是赤鬼谷是不够的，前线的天材地宝也确实很多，据点还要再扩大5倍才行。多利青和多利红有说什么吗？要在这里扎根据点，就需要足够的灵粮，把那2人看紧了，过不了多久，那2人就该来主动找我们帮忙了。大长老噤若寒蝉，只是一个劲的点头。以前的袁心碎就已经十分可怕了，现在的袁心碎更加让人琢磨不透。你给我找的兵法书很不错，再弄一些过来，有多少弄多少。是，少主。袁心碎点头，拿了调料往外面走着。一念还在外面等着他。而就在离湖泊有些远的地方，福神塔那边跟来的探子远远地看着据点的位置，冷哼了一声，把据点弄在了夜读星旁边，这些人可真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啊。他急匆匆地往五州据点赶去，要让八神子他们知道这边的位置，以后想个办法来一锅端才好。结果走出没2步，就看见前面密密麻麻的无数壮硕的身影从密林里面走了出来。该死的，这么多的小世界要怎么找啊？裂空一族最擅长的就是隐藏气息，还有小主人的事儿，到底真的假的？不会是那位大人上了年纪闻错了吧？哎，诸位是夜读星的人吧？你们还在外面逛着呢，你们不知道吗？探子笑眯眯地和他们打招呼，语气夸张，像个小丑。你们据点被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给占领破坏了呀！什么？那些人是不要命了吗？那探子还来不及高兴呢，就被尸兽人一把掐着脖子提了起来，把他也拎回去。要是他说的是谎话的话，那就杀了他。本就因为找不到裂空一族的气息，没法确定有没有小主人正烦着呢。竟然还有人敢在这时候撞上来，真是不怕死。却忽然想到了什么，面色一沉。不好，咱们据点还有几只幼崽兽，他们难不成是去偷我们的幼崽兽的？其他兽人也跟着变得惊慌失措起来。要知道，他们兽人一族和灵兽是一样的，脑部都是有兽元的，取出来都可以助人修炼，兽血也是大补的。一想到幼兽们会遭遇的事情，他们的杀心顿时起来了。而此刻，在巨大湖泊前面，一念正在烤雷鱼的肉，
雪白的鱼肉被烤得吱吱冒油，一念撕下一块吃进嘴巴里面，几乎是瞬间，天宫里的精神力就开始翻涌起来，效果真好。一念正准备给藏在兜兜里面嗷嗷叫唤着到底要吃饭的拉了他们几块的时候，裙角却突然被拉了拉，一念下意识低头，看见了3头雪白的尸兽冲他嗷嗷叫唤着，一双水润的眼睛紧紧盯着一念手上的食物。不许给，都是小3兽、绿茶兽，不许不许不许，这是主人给我们准备的食物。辣辣都要哭了，怎么到哪都有这种臭不要脸的小家伙呢？主人，我们自己都不够吃呢。主人，不能给陌生的兽兽吃东西，小心他们赖上你了。一念揉了揉额头，而就在这时，杀气腾腾的尸兽人带着人杀过来了。看呐，我没骗你们呢，快杀了他们！探子自觉一条小命保住了。兽人族的大人们啊，他们这是在你们的脸皮上踩踏呀，一定要一个不留的杀干净才好。他很聒噪，可尸兽人却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他们看见了什么？他的3个孩子都赖在一个女人的脚旁，平常作天作地的3个小霸王，这会儿正嗷嗷的奶声奶气朝着一念叫唤着。尸兽人听出了他们叫喊声里的意思，漂亮姐姐，来摸我呀，快摸我！尸兽人看得目瞪口呆的，他们往前迈了2步，想看清楚那个女人的模样。那探子还在喊着：是的，就是那个女人，那女人将一帮小神性的男人迷得神魂颠倒，大人，这女人最该杀了。就在这时，听见动静的一念转过了头，尸兽人浑身一震，好像，太像了，太像那位了。呸，真是见人贱模样。话都没说完，前面的尸兽人猛地扬起巴掌，狠狠地甩在探子脸上，炸成一团血雾。谁？旁边的袁杰听见了声音，立马跑了出来。是隔壁据点夜毒星的兽人族回来了。 3个小狮子还在试图用自己的肚子勾引一念，闻到了父亲的气息，然后便浑身僵硬，不自在地把脑袋埋进了自己爪爪里面。哎呀，受死现场！尸兽人还在怔愣地盯着一念，从他的眉目一直仔细打量着。像，太像了，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念远远地看见那个尸兽人竟然在自言自语，双眼眯瞪，一脸吃样。那边那个大狮子好像已经气疯了，保不准他会不会忽然发狂，我们小心些。袁杰赞同的点头。怎么了，念念？袁心碎拿着调料从里面走过来，走近了就感觉到了那边难以掩盖的气息。袁心碎面色一变，站到了一念面前。念念，你站在我身后。豆丁他们也出来了，他一眼就看见了尸肉人旁边那具无头尸体。这是福神塔的人，福神塔的人为什么死了？是夜毒星的人杀的。尸兽人正愁没法搭话呢，听见豆丁的话，把那探子的无头尸体给提了过来。这个人他想挑拨我们的关系，被我一巴掌给拍死了。说完还扯着自己的嘴唇，露出了一个自认为憨厚实则凶神恶煞的笑容，一脸的快夸我的神情让一念更加警惕了。豆丁和周妹都懵了，这就是凶残的夜毒星兽人族吗？看着很是忠厚朴实啊。一念抿了抿唇，是福神塔派的吗？他开口说话的时候神情灵动，不似之前那么僵硬，这一灵动就更像了，就好像他们的主人还在他们跟前的时候是一样的。主人。兽人眼眶一红，竟然就这么露出了一副要哭的模样。一念吓得面色苍白，他说什么了？竟然把这个尸兽人给说哭了吗？一念见对方好像真的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思，想了想开口说着，你说这个人过来挑拨关系的？周妹也神情难看。夜毒星的友好是他们意料之外的，但是福神塔的赶尽杀绝也同样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尸兽人见一念好像不那么警惕了，问道，你是御兽师吗？如果是那个人的血脉，便一定是御兽师。问这个做什么？其他人也都紧张起来。一念御兽师的身份，这兽人是怎么感觉出来的？一念没有把自己的兽源压制好吗？尸兽人虽然长得很狂野，但却有一颗细腻的心。一念没有直接否认，周围人的这种反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啊，这真的是御兽师吗？才刚抓上，就被一股巨大力道猛地掀飞了。师队，我没事。他眼带惊悸地看向袁心碎，原本以为只是一支杂军，却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强的人存在。你还没有回答我，我是不是御兽师和你有关系吗？或者我换个问法，请问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御兽师的？他能被这个人认出来，那就还会被别的人认出来。我是兽人，对御兽师的感知更敏锐。说谎的其实是靠脸辨认的。
我能看看你的灵兽吗？是吗？要看我的灵兽也可以。那我能提一个要求吗？豆丁下意识想阻止。喂，丫头，你可以，一个要求够吗？要不再来几个？施兽人还在嘿嘿笑着。说呀，你快说呀！给你看我的灵兽，我们的据点要放在你们旁边，你们没有意见吧？给你看我的灵兽，我们的据点要放在你们旁边，你们没有意见吧？没意见呢，怎么会有意见呢？我们夜读星是最热情好说话的，你们想挨着我们就挨着，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豆丁一头问号，夜读星是这么好商量又善良的人吗？在前线，地盘就是生命啊，哪个势力愿意让出自己地盘的？豆丁还在震惊当中，一念就已经悄悄地凑过来。豆丁将军，我总觉得对面那些兽人很是古怪，你说他们是不是想迷惑我？豆丁捂住额头，对面那个好的过分，他这边这个警惕的过分。不会，夜读星的兽人说话是算话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地看一念的灵兽。有了这句话，一念也不担心了，但是他并不打算叫所有的灵兽出来，叫个一只差不多了。窝窝是他留守的牌，辣辣脾气不好，那就叫比辣辣沉稳一些、心眼多点的百变出来比较好。我来吧，主人。他直接从一念口袋里面飞了出去，站在了狮兽人面前。你想见我？一念眼看着狮兽人瞳孔地震，不敢置信地往后退了一步。他们热泪盈眶，血脉喷张。找到了，老兽王说的没有错，裂空血脉真的出现了。自从那位大人当年离奇消失之后，他们夜读星已经无主好久了。血脉传承是不会错的，只有那位大人的血脉才能召唤出远古裂空血脉。狮兽人压抑着自己想要问个清楚的欲望，平静下来套近乎。你怎么称呼啊？你家中双亲可还在呀？不如去我们那边坐坐如何呀？他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娘亲早已去世了。兽人们兴奋的表情一僵。娘亲死了？那你父亲呢？狮兽人小心翼翼地问着。我的父亲。一念忽然笑了起来，他眼神锋锐，像是磨了18年的刀泄出一抹锋利到无法阻挡的光一样。我从未见过他，一次都没有。兽人们脸都僵了。没见过？不过嘛，我倒是很期待见到他的那天。兽人们脸上露出期待的目光。果然还是想念自己爹的吧。紧跟着就听见一念用极寒的声音说着，见到他然后杀了他。如果不是那个男人，就不会有他和他娘这样的悲剧发生。狮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杀了谁？小主人怨念这么深的吗？他主人之前是死哪儿去了？为什么呀？狮兽人声音都干涩了。我们兽人族的小兽人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父亲的。正常人谁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呢？只是那个人，他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幸福的感觉，只给我留下了无穷的灾祸和痛苦罢了。既然不准备负责，那就不要生他。既然和他娘亲在一起了，那便守好这个女人，而不是欢喜地迎娶了他的帝后，随后任凭帝后杀了他娘亲，折磨他。他对那个所谓的父亲并没有爱，只有恨不得杀了他的恨意。他是我和我娘亲悲剧的起源。不，这不对呀！狮兽人们在内心疯狂地呐喊着，他的主人不是这样的。这个狮兽人可以是拿自己的性命做担保的。如果他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孩子，一定是会豁出性命保护的。这中间肯定有误会。但是小主人确实没有见过主人，没有抚养过小主人也是事实，有怨恨再正常不过了。如果这个时候说自己的主人就是他父亲，当年的事情肯定有误会的话，也许小主人就再也不会理他们了吧。不行，得悄悄刷个好感度，然后慢慢弄明白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行。狮兽人心思飞速转过，不得不说，狮兽人看着粗犷，但是内心很是细腻，把一念的想法一猜一个准儿。怎么，你认识他？那个据说闭关了的父亲？不，怎么可能呢？这种人渣我们怎么认识的？一念点头，这样是最好的。狮兽人悄悄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那什么，姑娘，我叫师大，你的名字是什么呀？一念。好名字，哎呀，真是好名字啊！狮兽人疯狂吹捧着，豆丁他们无语。那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好。师大吼了3只躲在一念身后的小狮仔。丢不丢失啊？赖着人家。
对不起呀，小主不对，念姑娘，这3个呀是我的崽儿。一念诧异的看了一眼3只毛团，真是看不出来啊，这3个小萌萌竟然是师大的崽。是吧？我们家大崽儿啊，性格比较像我，这3个小崽儿像他们妈妈。小主，念姑娘，到时候我带我媳妇儿来给你看看啊。这个不必了吧？他为什么要看一头狮子的媳妇儿呢？师大，能和我详细的说一说福神塔为什么过来的事情吗？听见这话，师大也变得正经起来。哦，我正好也想和你们说说那狗东西的事情。一念其实不用听，猜也能猜到了，不就是打听他们落脚在哪儿，然后想杀了他们吗？只是福神塔的人就这么容不下忤逆他们的人吗？现在据点也安定下来了，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打一局啊？正好，我也觉得差不多该到熟悉战术、组队的时候了。我也去。周少玉想跟上，但是被周妹摁住了肩膀。你现在实力太弱了，跟着他们会很危险。那2个丫头都是有实力、有脑子又会搞事的人，绝对不会按部就班的去寻宝的。你不能跟他们一块儿，会被折腾死的。周少玉有些不甘心，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娘亲说的是对的。现在的他的确和他们拉开了太大距离。绵绵，过来！于绵绵立刻高兴的跟上。3人一起往外面走着，一念走出去就看见袁心碎和大长老正在说着什么。少主，那女人的位置已经找到了，在拍卖场，双雄国的人想要拍卖她。哼，知道了，走，我们去拍卖场看看那边的情况，顺便给念念带份礼物回来。袁心碎有他要办的事情，一念自然也有他要去的地方，索性2人就此分开行动了。而一念也希望他在这边可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锻炼。一念和袁杰找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准备过招。而就在离他们很近的夜读星的据点里，一个一头银发的俊秀少年看着一念，哼，那就是父亲说的小主人，看起来也没多厉害啊，值得这么兴师动众的吗？袁杰摆开架势，来，组队之前我得看看你有多少本事先。一念正要攻击的时候，人灵境区域内忽然发生了一声炸响，下一刻，一座巨大的遮天蔽日的岛屿从地面凸起，往半空上浮起。那是什么？那是神灵圣地空岛。空岛10年一出，前2年明明已经出过了，为什么会再出现？空岛很厉害吗？很厉害，里面宝物无数，危机也无数。我当年受了重伤，从地灵境跌回人灵境，便是因为上了空岛。你慎重些，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也可以带你去别的地方。喂，袁姐，你不会是怕了吧？怕了也没事。一念仰起头来，注视着那散发着惊人波动的空岛。我带你上去，一雪前耻。你不懂，那边是真的非常残酷。宝物虽然好，但是命只有一条。一念闻言，奇怪地看向袁杰。袁杰，你可不是这样会畏惧退缩的人啊。于绵绵也点头，看见这空岛，袁杰看起来很反常。袁杰劝不动，眼中的担忧又浮现上来。见他们要走，一直待在据点的那个银发少年眯起了眼睛。父亲总不让我出去历练，明明我已经是初元兽巅峰了，差一点就能到中元兽。哎，趁现在父亲被那边的人拖住了，我自己过去。一路上，一念就看见了不少人往空岛的方向赶去。一念发现他们竟然都带着自己据点的旗帜，为什么要拿旗帜啊？话音一落下，袁杰脸色就变了变。我忘记了，空岛每次开启不是我们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能进去的数量有限，所以各个世界商议好，每个世界只能送限定的数额进去。5州据点现在已经没有名额给我们了。我们也不是5州据点的人了，没有旗帜，那就做一个旗帜。空岛不是那么好上的，那边的那些人不会买账的。说话之间，一行人就已经到了空岛入口处。明明已经站了乌泱泱一群人，但是这些人却各自站在一方，扛着旗帜宣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便只是眼神交锋，也充满了杀机。一念他们刚站定，一道刺耳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过来：哟，这不是已经从我们据点带着流浪人出去的阴念吗？还没死呢。一念转过身，5个人扛着一面旗帜走了过来。这旗帜，你们竟然把旗帜都换成了福神塔的标志。福神塔这是要完全主宰5州吗？要是没有我们福神塔，5州早就完了。不过是一个旗帜而已，有何不可呢？倒是你们怎么还有脸到这里来呀？明明连据点都没有了，还妄想过来分走入空岛的位置不成？赶紧滚出去！
一起赶来的还有一个白家弟子，人灵境巅峰实力。他冷眼盯着一念，哼，连流浪人都接受的家伙，还敢在外面丢人现眼？旁边离得近的人都听见了。什么流浪人？真的假的？还有人会收留那些流浪人啊？八神子冷眼看着被所有人用眼神厌弃的一念，露出一抹冷笑。这就是和他作对的下场。袁杰，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你不会还幻想着我们小神子会喜欢你吧？上一次被我们小神子打到奄奄一息，怎么还敢往上凑啊？他上次不就是追着我们小神子硬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吗？这女人也真是厚脸皮，没要他命都是给圣山宗的老宗主面子了。袁杰面色苍白，摇摇欲坠。你害怕空岛，就是因为那个小神子，他进来了吗？你害怕空岛，就是因为那个小神子，他进来了吗？没有，他如今已经是地灵境强者了。地灵境啊，那也不错。只是我没想到你还能怕那种人。袁杰咬牙，不管他平常表现的再怎么强势，空岛的那次经历是他这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阴念，你不会真以为袁杰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吧？圣山宗那群人被这样一个女人领导着，也难怪越来越不争气了啊！哈哈哈哈哈！福神塔的人肆意嘲笑着。下一刻，阴念以他们想象不到的速度飞快掠了过来，将那两人的嘴直接生生撕开。福神塔的弟子终于反应过来了，阴念脚尖一点，飞快脱离战圈。果不其然，一直待在旁边的八神子出手了。无数的钢刺出现在阴念刚才站的地方，如果不是阴念躲得快，恐怕就要被穿刺透身体了。八神子脸色彻底阴沉。贱民放肆，谁允许你对我们的人动手的？阴念却并没有回答八神子，反倒是转过头看向了袁杰。谁还没有一段想起来便痛苦不堪的回忆了？怕什么？欺辱讽刺，那就撕了他们的嘴；背后插刀，那就要了他们的命。袁杰眼瞳震颤着，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那么执着的想和阴念组队了。人人都说他心理强大，可他其实有一段挥之不去的阴影。但阴念不一样，从那次对抗续邪师的恶战当中就能看得出来，他什么话也不必说，他只要扬手挥刀，便是真正的强大。多谢你。谢我做什么？不管你在不在，福神塔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我都是要揍的。阴满在他脑内不满地逼逼着。你还是太善良，你下手再狠点都没事，那一帮猥琐货色也配在你面前指指点点？哼！要说护短，阴念身边每个人都护短，阴满尤其严重，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脾气也大。其他据点的人看到阴念这利落的身手，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这个人当真只有5星人灵境实力吗？附近一些据点的小神境强者彼此对视了一眼，此女5星却堪比巅峰强者，手腕很辣，绝对不是心慈手软之辈。这样的人进去，对他们势力的人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大家彼此眼神对视了一下，一个离阴念最近的小神境强者率先开口了：这是哪里来的野丫头？是不知道空岛的规则吗？你是哪个据点的？莫非是流浪人不成？哎，八神子，有人说这个人是你们五洲据点的，真的假的？我五洲据点怎么会有如此不知礼数的恶心玩意儿？这孩子我本来是想要好好教育一番的，却没想到是坏到根里的，没救了。那就是说也没有小神境强者护着了，而且连旗帜也没有，据点也没有。小姑娘啊，你的胆子可真是大呀！旁边几个据点的人蠢蠢欲动着，像阴念这样的人还是趁早杀了好。杀了！阴念一把抓住于绵绵他们，打是肯定打不过的，还会被打成肉饼。要跑的话，大大爆发一下还是可以的。阴念这次来得太急了，袁杰也心神不宁的忘记了要带小神境强者过来的事情。八神子伸出了手，小小蝼蚁也妄图挑战神威。可就在这时，嗖的一道破风声响，一道旗帜猛地从天而降，直接穿透了八神子的手，深深的定在了阴念面前。什么？夜读星？八神子是想发怒的，可一看到那百兽旗帜，他到底还是抿唇后退了一步。阴念抬起头来，看见一只巨大的雪白狮子落地。福神塔的人看好戏一样说着：狮王，那无知女人占你看好的地盘，还不快杀了她！下一刻，那石兽人一爪子压下，却不像福神塔的人所想的一般夹着阴念，而是压向了那八神子。八神子毫无防备，直接被抓破了胸膛甩掷出去，呕出一口血来。哼，恶心人的玩意儿！你算是什么东西，也配在念姑娘面前舞？夜读星，
想送几人进空岛就送几人进空岛，你们谁敢有意见？众人噤若寒蝉，八神子人都傻了。为什么夜读星这些畜生会为阴念这个野丫头出头？就在此时，轰隆一声巨响，空岛入口开启了。阴念也顾不上什么八神子了，他看了一眼师大，多谢。师大那颗狰狞的狮子头，脸上立刻浮现出大大的笑容。不谢，念姑娘，你快进去吧，我们在外面守着你，等你出来，我们再一起算总账。阴念看了一眼师大，他不明白师大为什么对他这么好。阴念狐疑地眯起眼睛，可现在显然不是纠结这件事的时候。那些早就准备好的各大据点的精英弟子，已经都朝着彻底开放了通道的空岛飞奔而去了。阴念，我们真的要进去吗？别怕，跟着我。就像是一记重锤，狠狠敲在他心坎上，敲碎了他所有的畏惧和不安。袁杰深吸一口气，露出一个笑来。多谢你。下一刻，四人直接化成了一道流光，冲向那入口处。而趁着阴念和师大都没有注意到，一道细小的白光悄悄跟在了阴念背后，呲溜一声钻了进去。你是疯了吗？竟然去帮那种野丫头！夜读星要和我五洲开战不成？师大懒洋洋地支撑起自己的眼皮。只要念姑娘她愿意呀，开战又有何不可？别太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哈！师大甚至都忍不住开始磨爪子了。早知道多带些人出来了，这样直接就能在这里把这八神子给弄死了。八神子似乎是被这两句惹得暴怒，低声骂着什么。九神子也神情难看，阴沉地盯着师大。哎呀，我说你这个恶心玩意儿啊，你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跳脚？哼，你有这个空啊，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家里那些毛都没长齐的丑孩子吧。八神子一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念念绝对不会放过那几个小瘪三的意思，懂了吗？福神塔那几个弟子进去之后，眸光阴冷。哎，等会儿别急着找宝物，我们悄悄跟在阴念身后。那个元杰寻宝可有一套。领头弟子想起当年之事，不由露出一个笑容来。和以前一样，等他找到，我们在半路截杀就行。上次没能杀得了他，这次正好连阴念那个贱女人一块儿杀了。嘿嘿，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趁着大门还未彻底关闭的时候给他丢出去，砸在那恶尸的脸上，好好给我们神子出口气呢。哈哈哈哈，说的极对。冲进空岛那一刻，阴念只觉得身体一重，生出了无数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将他团团困住的错觉。但这错觉只出现了一刹那就没了。阴念下意识皱眉。怎么啦？于绵绵看起来兴奋极了，一进来就发现空岛上的灵力竟然比外面还浓郁10倍不止，真是个好地方。没什么，可能是我的错觉吧。阴念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他看着前方，露出笑容。跟我走。袁杰还没弄明白这笑的意思，就看见阴念非常利落的到了5人面前，手上红伞直刺领头的人。阴念！红伞的伞尖狠狠刺入那福神塔领头弟子的胸膛，鲜血迸溅而出，层层绽开，如同盛放的腰花。福神塔的弟子们都没有反应过来。阴念脚下圈势撑开，那大弟子猛地抓住红伞。你找死！他居然敢先朝他们动手！他调动灵力，为什么灵力这么难调动呢？福神塔的弟子们这一刻在低头看向了脚下的光圈。哼，进了我的地盘，还想全身而退吗？快逃！哼，来了！旋风火焰猛地自地面喷出，形成了一道道火墙，将那些想要逃离的福神塔弟子全都给围住了。袁杰愣住了，他对待那些修邪师从来都是利落斩杀，但是袁杰对待同样是人的就有些下不去手，至少没有阴念这样杀伐果断。阴念，你……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阴念干脆利落的把那领头弟子的脑袋给削了下来。这可是人灵境巅峰呢！我什么？我不杀他们，难不成等他们藏好了再过来阴我吗？但凡是对我动过杀心的，是人亦或是修邪师，于我而言没有差别。圈势一次不能支撑很久，阴念的眼神并没有半分动摇，再度对着剩下几个弟子冲杀了过去。于绵绵脸色白了白，但很快也跟着冲了上去。来了这里便要接受这里的规则。袁杰怔怔地看着阴念的背影，拿着法器的指尖像是被烫到了一般。当年在空岛，他被福神塔的人重伤，那人也是这样远远看着他。
当时那人看他的眼神，犹如看一个硌脚的垃圾。袁姐，你和我不一样，你会绊住我的脚步。他成了他的阴影，而阴念却破开了阴影。他从来不是垃圾，那个人渣才是。袁杰终于提起法器，也跟着杀了过去。而在一处角落里面，本就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们进来的银发少年犹豫了一瞬，还是选择跟在他们后面再待一会儿。他才不是担心这个他父亲心心念念的小主人，他就是想看看他有多菜。而大门外面，众多世界的小神境强者各自占据着一席之地，等着自家人凯旋而归。你们说这次谁能拿到最珍贵的地精华？上次不是五洲据点拿到了吗？五洲这些年是有些太强势了，颇有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有实力的据点哪个不是这样的？那倒也是。上次我弟子回来说，那个小神子拿到地精华的手段很不光彩，踩着女人拿到的，还故作清高。嘘，别说了，那八神子好像听到了。众人立刻沉下脸，果然看见八神子在对他们这边走过来，他身上还有着斑斑点点的血迹，可要说是他们这些普通的小神境强者，那可太容易了。你……大家话都没说出口，就听见从大门口处传来惊呼声。那不是叶独星那个女人吗？她手上提着什么东西？八神子下意识地看过去，却直接撞进了一念一双笑着的眼睛。八神子下意识地看过去，就看见一念单手一甩，几颗黑乎乎的东西就兜头砸了过来。八神子眼瞳狠狠地一颤，旁边那些小神剑的人也是吓了一跳。这些不都是刚进去的福神塔弟子吗？这才进去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怎么会都死绝了？九神子也赶了过来，见到自家人的惨状，直直看向一念。妖女，你做了什么？妖女，之前被叫做魔女，现在被叫做妖女，她看着这么不像好人吗？做了什么，你们不是很清楚吗？反正你们想杀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如这次我主动出手。但是你们的弟子好像没用了点啊，我都没怎么用劲儿，真是不经打。这可怎么办呢？你们送进来的就这么点人，我一个没控制好，都死绝了呢。八神子目眦欲裂，直接冲一念就冲杀了过去。可一念看他就和看傻子一样，直接身形一闪，哼，人家又进去了。这次的空岛入口不允许超过人灵境实力的人进去。只见空岛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光束，像是拍苍蝇一般，狠狠地甩了八神子一个帅气的巴掌，抽得他嘴里的牙顿时全部裂开，整个人像是一个巨大人形陀螺一般，在空中360度旋转无数圈之后砸在了地上。八神子直接晕死了过去。活该！咚咚咚，空岛当中传来钟声，九神子眼神一变，不好，入口要关闭了。话音刚落，入口直接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再出来也得5日之后了。九神子眉头皱得死紧，他们福神塔这次竟然连一个名额也没有捞到吗？阴念。他口中缓缓重复这2个字，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一般。师大乐不可支地捧着自己的肚子笑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抹掉眼角笑出的眼泪，从胸口处摸出一块雪白玉佩。师大看着这块白玉，沉沉叹了一口气。这白玉里面藏了主人的一抹神识，只是自从主人消失之后，这白玉就再也没有过动静。好多兽人都说主人是死了，可师大不愿意相信。师大冲那白玉嘀咕着：主人啊，你也别嫌弃小师啰嗦，实在是你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有了崽儿，咱们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养崽儿啊。你看现在小主人多讨厌你啊，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听见我的话呀，就赶紧回来吧。师大说完，眼含希冀地死死盯着白玉，白玉还是那副样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师大失望地把那白玉往胸口一塞，果然还是不行。只是师大并没有看见塞进衣服里的白玉散发了一点微弱的光芒，带着生命力和诧异感，转瞬即逝。同一时间，在前线的拍卖场中，乌泱泱的坐满了人，所有人像是木桩子一样坐着，彼此之间也不交谈，每个人脸上还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伤痕，毕竟在这种吃人的地方，要是没点疤痕，那真是说不过去。他们还都像勋章一样把自己的疤痕表露出来，疤痕越多的人表示实力越强。于是浑身上下半点疤痕都没有，反倒是白得发光的袁心碎，那就非常扎眼了。旁边的人都不断地往他这边投来目光，这些目光大多都不太友好。这前线的拍卖场
要是没有小神境实力，都不敢进来。这是看少主您面生，想着等一会儿啊，有没有机会可以杀人夺宝呢？大可过来试试。他的指尖落在旁边还冒着滚烫热气的茶水上，灵力泄出几分，一层寒冰顿时凝聚在茶水上。巅峰的威压顿时刺得周围几个抬眼看他的人眼睛一痛，急忙闭眼，可眼睛却已经血流如注了。这一手直接让剩下的人都不敢再看袁心碎了。这么强的小神境强者是哪个小世界里过来的？还没等他们明白，拍卖场就已经开始了。一样样东西都被丢了上来，有法器，有灵术，还有活人，什么都有。但拍卖场越到后面，袁心碎脸色便越沉。他看向那个去打探消息的赤鬼谷弟子：“你不是说苏林燕要被丢上来拍卖？他人呢？”“不知道啊，之前是有的呀。”袁心碎直接站了起来，朝拍卖场深处走去。真是不要命了！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能随意进去？能将拍卖场开在前线这种混乱地方，还守得住那么多宝贝的，岂会没有能耐啊？走了没2步，拍卖场的主事人就亲自出来了。周围的人眼睛唰啦一下亮了起来，打起来，教训他。这个地方还能有袁心碎这样的小白脸吗？长得这么好看，打算勾引谁呢？他看着袁心碎也是头痛。别人看不出来袁心碎恐怖之处，但是他能看得出来。他不怕袁心碎，可以不想得罪他。阁下有何事啊？众人都惊呆了，这老大的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好了？袁心碎抬手用灵力凝出苏林燕那张脸。见过这个人吗？不是说今天拍卖？这个人呢，在开拍之前就被人买走了呀。被谁买走了？这个我不能说，我们拍卖场的规矩就是如此，不然我这拍卖场也趁早别开了。袁心碎脸色阴沉，他和这人对视许久，拍卖场老大冲他友好的笑了笑，心里在骂娘。想到那个把苏林燕带走的黑袍人，他这是不想说吗？他也不知道人家是谁啊。他心想着，不就是一个断了手的女人，当即就给卖了。只是这会儿他当然不能说自己不知道，正好还能维护一波拍卖场规矩严的名声呢。只是他有点心虚，生怕袁心碎真的不管不顾的发疯。好在袁心碎面色不愉的瞥他一眼之后，就带着人走了。苏林燕不被袁心碎太上心，再让人找找，找到了就抓回来。在念念身边尤其要安置好人，别让他有机可乘。大长老一边点头一边心想着，苏林燕敢往一念身边凑吗？这个地方可没人护着苏林燕了，甚至死了也赖不到谁身上。恐怕苏林燕一露面，一念还要高兴呢。而被两人惦记的一念，此刻正以一种神奇的姿势趴在地面上。于绵绵有什么学什么，也跟着趴在地上。干什么呢你们？一念悄悄嘘了一声，他侧耳仔细贴着地面听着。我怎么感觉这地面有心跳声呢？而且我一走进这个地方，就感觉浑身毛毛的，好像有很多人盯着我看一样。你们没有感觉吗？没有啊，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能有什么感觉啊？一念再度贴着地面听了好一会儿，可惜那心跳声都没了。我不可能听错呀，一念嘀咕道。就在这时，他怀中的苗苗忽然开口说着：“念念，正北方向100里处有宝贝，哼，还和我是同宗呢，对你很有好处的，快快，咱们去拿来。”一念顿时顾不上听什么心跳了，走，我带你们找东西去。而一念离开之后，有一拨人又跟了过来，朝一念离开的方向问着：“大皇子，我们真的要跟着那娘们儿啊？”来人正是多良国的大皇子，他虽然没有战斗力，但可以拿灵粮和别的据点的人做交易，招了好几个人灵境巅峰的人过来护着他。哼，我那2个弟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在这女人身上闻到了那2人的气味。旁边几个人都诧异地看着这个大皇子，这人莫不是长了个狗鼻子吗？这都能闻到？这女人刚才一进来就杀了那几个扶神塔的人，本事不小。跟在他们身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皇子脸上露出自信非凡的笑容。抢光他们的东西后，再逼问出我那2个蠢弟弟的行踪，到时候杀了那2个杂种，我就是多良国未来的王。给你们几个据点，多供应点灵粮，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到时候杀了那2个杂种，我就是多良国未来的王。给你们几个据点，多供应点灵粮，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身后那些人顿时就心动了，一行人立刻鬼鬼祟祟地跟上。而在他们离开之后，银发少年气愤地抖了抖耳朵：“太松懈了，要不是我跟来了，那傻女人就要被阴了。”他还是跟着去看看吧，免得这个女人死了，他父亲嗷嗷大哭，真是让人不省心。一念速度全开，一手拉着于绵绵，
于绵绵才勉强能跟上他。不过于绵绵看着一念拉着自己的手，脸蛋悄悄的红了，牵手了。于绵绵的皮肤都红扑扑的，小苗儿不断的给一念指明方向，左边点。哟，等会儿我感应一下。这周围怎么都没有人呢？越往小苗说的方向拐，就越是看不到人影。一念，小心些，天才地宝多的地方大多有凶兽守护。一念慎重点头，只是没想到走到一半，一念的脚就顿了顿，一颗魔元素不断的用自己的脑袋撞着一念的手指尖。一念下意识的低头，看见那颗魔元素扯着他指尖，要让他往后看。一念明白了，有人跟着我。魔元素使劲点头，身边又浮现出5个小魔元素，一起跟在他身后。你说有6个人在跟着我？一念机智的理解了他的意思。魔元素高兴的亲了亲他指尖，然后砰的一声消失在原地了。一念，你怎么突然停下了？没事，就是身后有6只小老鼠而已。我们被人跟踪了。别急，我们继续往前走，不要被他们感觉出来。伊满已经迫不及待地在一念脑海中炸锅了。弄死他们！我教你的微缩阵法用起来，那东西就是这时候用的，让他们有来无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空岛的灵力和魔力都比外面充沛，连带着他的精神力竟然也比之前活跃了许多。等一路一连弄了10几个微缩阵法，一念这才收手，对袁杰他们说着：“我有些累了，我们停下来歇一会儿。”大家面色古怪，不是说后面有人跟着吗？还要停下来？但显然他们3人都以一念为首，一念说停，一定有他的理由。袁杰默默地捏紧了自己的法器，然后和一念一起在一棵大树上面靠了下来。身后大皇子5人顿时一惊，这就休息了？大皇子脸上露出了遗憾的神情。我还以为他们知道了哪里有好东西，奔着好东西去的呢。大皇子脸色阴沉沉的，白跟这一路了。尤其在看见一念竟然还闭上眼睛开始休息的时候，他更是不屑。所以说，女人这种胸大无脑的东西顶什么用？在这种地方都敢闭上眼睛睡觉？走！大皇子一声令下，那些早已准备好的打手立刻冲了出去。银发少年正要上前，突然那几人一脚踩下，强力一击还没打出来呢，底下的阵法就一个接一个的亮了。下一刻，雷光火光全部交织在一起。什么东西？中计了！快跑！可跑得了吗？银发少年愣住了，他看见一道身影直接冲了过来，几刀下去，那些人利落的倒下了。难怪阵法师是所有团队组合里面的香饽饽呢，跟着阵法师真的是太轻松了。一念收回红伞，直接来到了大皇子面前。大皇子一张脸上才浮现出一个惊悚的神情，就被一念一手刀给劈晕了。这个不杀了吗？于绵绵杀气腾腾地问着，他现在是一条凶残的鱼。一满激动得很，快用尿滋他！你爷爷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一念忽视了一满的话，留着这个有用，像是一个悍匪一样霸道又熟练地对着于绵绵说着：“先扒了，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好嘞！于绵绵顿时笑着扑了上去，一念自己也蹲下来，不断地翻着东西，脸上还有些嫌弃的表情。怎么东西这么少？穷酸！大皇子是被水给泼醒的，一睁开眼睛就看见旁边躺着几个已经断了气并且浑身赤裸的男人，他脸色一白，他猛地崩溃尖叫了一声：“你不要过来！你不许动我的裤衩子！”这声音远远地传出去，就在不远处寻找宝贝的双雄国的人猛地一震：“老大，我觉得有点冷。”领头那人也觉得心里毛毛的。咱们走快点，这地方邪门得很，总觉得站着都不安。双雄国的人总觉得当下凉飕飕的，顿时加快了脚步，而这一道尖锐的声音也震得一念耳朵疼。旁边的于绵绵见一念皱起眉头，立刻一巴掌拍在大皇子脑袋上：“闭嘴！谁稀罕啊？”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三位女壮士！他涕泗横流，和壮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念3人一脸冷漠地看着他。咦，这人好恶心啊！我还没见过被打了一巴掌就哭得这么惨的。于绵绵说着，还舔了舔唇角，他嘿嘿笑着，刻意露出了一口尖牙。哼，这小点心看着细皮嫩肉的哎。袁杰无语，这条小鱼跟在一念身后转悠久了，别的没学到，这副爱捉弄人的凶样啊，倒是学得很快。大皇子吓得差点双眼一翻晕了过去。三位女壮士，是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你们想要什么？灵粮吗？大皇子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他这辈子就没吃到过这样的苦头。三位女壮士，是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你们想要什么？灵粮吗？
灵粮我有的是，我爹是多良国的王，你们该知道的。等我日后成了多良国的王，你们要多少灵粮，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他越说越觉得这个条件能保住他的命，立刻就满眼放光地看向一念。你认识我那2个弟弟是不是？你听我说，我那2个弟弟心思恶毒得很，你救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反倒是你帮我的话，我允诺你以后数不清的荣华富贵。他的屁话还没说完，一念就已经掐住他下巴，给他灌了一瓶熬得很苦的药。你给我喂了什么东西？毒药，还是老毒师给他带出来的呢。他手上还有许多库存。大皇子浑身畏惧的发抖，太毒了，这个妖女太毒了，心肠怎会如此恶毒呢？不过呢，也不是马上就会要了你的命，解药在我手上，怎么样，想活命吗？我想。一念笑了笑，毒这个东西可真是方便，可惜了，当年老毒师一个劲地说他天赋异禀，要教他制毒来着。不过他当时一心想着提升实力，就没安排上，以后倒是可以自己安排上。你身上的这个空间法器，一念拿出从他身上抢来的东西，先解开。好了。大皇子就差跪在他脚边了。等法器禁制一解开，一念就看见了里面满满当当的灵粮，至少有2000斤，还有很多野灵兽的肉，甚至还有几块地灵兽的肉呢。哇，果然啊，抢人家的比咱们自己慢慢摸索的快得多得多了。是啊，这样的傻子要是多凑上来几个，咱们这一趟就报复。他神情一变，完了，他竟然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他变了，想他元洁也曾是一个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好女人。于绵绵像是猜到他在想什么一样。放心吧，这是他们自找的，不是有那句话吗？道义有道。道义有道不是这么用的呀。算了，来，你打头阵，往前走。大皇子顿时哭得更惨了，这是要拿他当诱饵打头阵吗？一念忽然面色一变，等等，刚才说是6个人，为什么你身边加上你也就5个呢？一念一脚踹上大皇子胸口，把人摁在地上。哟，看不出来啊，你个蠢东西还知道藏一个人，准备背后阴人吗？大皇子崩溃了。我没有啊，还不说实话，信不信念念不给你解药了，让你毒发身亡？大皇子都要疯了。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真没有，我的人都死了，我的命都拽在你们手上了，我就算安排了又有什么用？那可不一定，你大可以挟持了我身边的人威胁我，拿出解药。可你也不会换的。一念大怒，又是一脚。鬼扯什么？难不成你的命还能比我朋友的命值钱不成？这次连元杰都怒了。狗东西还敢挑拨离间，快说，剩下的那个同党藏哪儿了？大皇子喷出一口血来，眼前一阵阵发晕，而躲在后面的银发少年面色凝重地看向四周，竟然还有一个人，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乃是兽人一族最出色的年轻一代，是谁竟然躲过了他灵敏的五感？银发少年还在往他身后看着，突然耳朵就被一只手给揪住了，阴念的声音阴恻恻的在他耳边响起来：“是你呀，小东西，第6个人。”银发少年的耳尖被阴念抓在手上，温热的感觉顿时将敏感的耳朵尽数包裹住。你干什么？少年忽然炸毛，一把打开阴念的手。我才不是担心你才跟来的，我就是路过。你和那个家伙什么关系啊？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少年怔愣了一下，被阴念眼中那结实的杀气给震慑住了，完全呆住了。而被元杰压着不敢动的大皇子立刻叫嚣着：“我和他没关系，快宰了他！”大皇子幸灾乐祸，小样儿，敢跟在他身后，想捡漏呢？这会儿犯这妖女手中找死呢！知道有人比他还要惨，大皇子立刻就抖起来了，甚至大胆地给阴念提建议：把他的鼻子和耳朵都割下来。这小东西一看就没安好心。阴念不为所动，可就是这样，银发少年炸毛炸得更加厉害了，他耳朵扑哧扑哧抖动着，眼圈缓缓地红了。你太讨厌了！阴念拿着伞的手微微一歪，下意识地疑惑起来。你卖萌也没有用，快说，从哪来的？少年红唇紧抿成一条直线。我是夜读星的。袁杰和于绵绵瞪大眼睛，阴念还是不敢相信，百变从阴念口袋里钻出来，小声说着：“主人，他身上有那个大狮子的气息，是血脉相同的气息。”阴念尴尬地看向他：“你叫什么名字？”少年本来就是强忍着，阴念声音放柔了之后，他顿时更加委屈了，深吸了2口哽咽的气之后，硬着声音说：“
诗吟。哦，这可真是一个好名字啊！诗吟眨了眨眼睛，哼，女人都是坏东西。大皇子懵了，这不对啊，为什么一样是跟在后面意图不轨的人，意念对他就这么好？你自己悄悄溜进来的，你父亲知道吗？你不要假惺惺的关心我。好，那就不碰。诗吟顿时鼓起了脸，红着眼睛瞪向他。你到底想怎样？于绵绵小脑瓜子一动，指向大皇子说着：都是这坏东西的错，他挑拨离间。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信不信我把你的耳朵和鼻子给割了？大皇子呕出一口血来。她们3个女人真的是太恶毒了。这3个女人就算是在前线这种地方也能混得风生水起。你就和我们一起走吧，你父亲帮我很多，我还是能照顾照顾你的。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走太危险了。这里确实也是步步危机，可诗吟忍不住反驳：我已经是巅峰出元兽了，我比你强。巅峰出元兽堪比人灵境巅峰了。一念听了这话就笑了，他笑起来时本就明艳的五官跟着越发生动了。你看看那些被我弄死的人灵境巅峰，到现在尸体还热乎着呢。诗吟一噎不吱声了。一念确实比他想象当中厉害很多，但也比不上那位大人，差得远呢。诗吟这样想着，但却亦步亦趋地跟在一念身后，再没有掉队。诗吟看着一念一脸自然，只能将自己的委屈往肚子里面咽下去。这个女人太凶了，刚才还想杀了她。她越想越委屈，干脆走上去一脚踹上不情不愿的大皇子屁股。走快点！大皇子神情一冷，这个小畜生。可下一刻，一念冰冷的眼睛注视他，你有什么想说的？大皇子咽下所有的苦和心酸。没有，不敢。继续往前走。一念用一根法器绳子拴着他，他别的没有，就是法器特别多。大皇子皱着眉头，这个鬼地方看着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灵力都比其他地方少很多。3位老大啊，这地方以我的经验来看是没有什么宝贝的。刚说完这句话，天空忽然就阴云密布起来，突然一道凶狠的后手声仿佛要穿透耳膜一般。怎么回事？这威压是小神境的，在人灵境的空岛上为什么会有小神兽的存在？这不符合常理啊！空岛虽然危险，可冥冥之中都有定律，是不会让大家毫无生还希望的。就算小苗感应到的好东西是地精华，也不至于有小神兽在守护的。一念，我们先跑。大皇子早就一屁股软着腿坐在了地上。一念皱紧眉头，不对劲，我总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古怪。是古怪啊，小神兽还不够古怪。算了，先走吧。就在一念打算以大家的安全为优先撤退的时候，等等，主人，我觉得这里没有小神兽。等等，主人，我觉得这里没有小神兽。我往前一滚，跌落在地上，卯足了劲儿把自己的精神力扩散出去。精神力像是一张无形的网，和这种小神兽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咦？空气里传来一声陌生的轻呼声，下一刻，那小神兽的气息竟然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密林里面一只巨大的蜗牛，缓缓地探出一颗脑袋。窝窝激动得浑身发抖，大声喊着：“二叔！”那大蜗牛也很是激动。大侄子！两窝相见，激动得无以言表。他们急速往前冲着，想给对方一个巨大的拥抱，然后各自排出了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一念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无奈的神情。变人形，蜗牛怕是下辈子都挨不到一起了。哦，是啊。二叔，你也快变过来呀！那边的大蜗牛立刻变成了一个高大人形，窝窝高兴得很。主人，我就感觉刚才那个气息古怪得很，没有小神兽，那就是我二叔弄出来的幻境，只能用来唬唬人。这也是我们倭族到了灵元兽才会有的天赋技能。灵兽的等级划分分别是出元兽、灵元兽、神元兽、小神兽和大神兽。灵元兽便是对应的地灵境了。所以刚才我以为出现小神兽的时候，元杰才会那么吃惊。我二叔瞪着一念，这是你的主人？你竟然还真给自己找了个主人？他这个大侄子还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窝之时，就嚷嚷着：“谁能当我的主人，我打烂他脑袋！”野灵兽基本上都是不愿意被降服的，哪有自己一个窝自由自在的好呢？就这样的大侄子，竟然一脸骄傲地说自己找了一个主人。谁知道窝窝反倒是警惕上了。二叔，你年纪大了，我主人是不会要你的，而且你资质平平，配不上，不合适，不合适。一念看了一眼四周没有了幻境干扰的地面，竟然缓缓生出许多浓雾。要叙旧的话，等以后吧。你在这里也是因为感应到宝物了吧？
啥宝物啊？就这灵力稀薄、鸟不拉屎的地方，还能有宝物？一念沉默了许久，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你……我在这里不过是因为这地方人少，我本来是不想进来的。我们倭族没有攻击力，我进来是找死吗？遇到你们呐，可是太好了。大侄子，你可一定要救救二叔啊，让二叔跟着你们一块儿走吧，不然呢，我怕是要在这里变成窝串串了。倭倭看向一念，一念点点头，可以。你再布置一个幻境吧，不用弄小神兽，就弄成一片荒芜的场景就好，这样就算别人一眼看见，也不会心生好奇过来探查。念念，咱们往这边走，多小心些，有天才地宝的地方，危险一定不会少的。袁杰和于绵绵一脸赞同的点头。小苗闻着同类的气息，带着一念来到了一处泥潭旁边。走到泥潭旁边，一念就闻到了一股恶臭。就在这里。一念还没露出一言难尽的神情呢，就看见小苗直接狂笑着奔了进去。一念只觉得头皮都要炸了。小苗干什么？快出来！嘿嘿，主人放心吧，这是生生土，生生土是世界上对妖草兽最有益处的土壤啦。一念瞪大眼睛，就这？生生土下面必有重宝，我已经感应到了，但还没有成熟呢。等它成熟了，咱们直接摘走。竟然是生生土！阴满的声音此刻在一念脑袋里面响了起来。爷爷，您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这周围不是没有灵力，而是所有灵力都被生生土底下那东西给吸走了。会有危险吗？不会的，生生土不孕恶物，它底下孕育的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天才地宝。一念点头，那就等等吧，干脆在泥潭旁边坐了下来。一念不仅坐下了，还从自己空间法器当中拿出一个大铁锅，以及从大皇子身上抢过来的灵粮。大皇子腿软地坐在地上，看着一念的举动傻眼了。您要做什么？莫不是要生火做饭？一念一个正眼都没看他。我们肯定是要吃饭的啦，不会给你煮饭的，你别想太多了。大皇子瞠目结舌，这是给不给煮饭的问题吗？这是哪里呀？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空岛？现在外面肯定为了地精华到处厮杀。的确，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血腥味儿，从四面八方被风吹了过来。外面厮杀关我什么事啊？你觉得我就着血腥味儿吃不下饭吗？你再废话，我就割了你的舌头下酒。你再废话，我就割了你的舌头下酒。旁边的于绵绵适时的狠狠把刀子抽了出来。大友，你再说就杀了你给我们三个姐妹助性的凶残异味。不，我不敢，不说了。一念冷嗤一声，这个狗东西怂的倒是挺快。念念，你留着他干什么？我觉得这人光会惹我们生气了。我打算拿这个狗东西去换灵粮，多丽青和多丽红应该会出高价买他的命的。想必那兄弟两个会很高兴，用大量的灵粮交换这个哥哥的命的。大铁锅里煮着灵粮，咕咚咕咚的成了一锅冒着香气的米粥。一念拿着大勺子搅动着，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东西快长成了，生生土的恶臭竟然也缓缓消失，清风拂来，竟然还带着岁月静好的气息，太安逸了。另外一边，在外面灵力充沛的地方，无数的人正厮杀成一团，血肉横飞，断肢扭曲。不远处，三个穿着黑色长裙的女人戴着面纱，站在最高的树顶，遥遥看着这场厮杀。唉，这些人资质也实在太差了点儿。这次的空岛为什么要选在人灵境啊？不是我说啊，这人灵境真的就是小蝼蚁的实力，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话音刚落，那领头的女人抬手一压，质疑她的女人猛地往下一坠，气血翻滚，呕出一口血来。是谁给你的胆子质疑我的决定的？对不起，落雪首席。你既然知道我才是首席，就不要自作聪明的开口。落雪神情平淡，她看着底下为了地精华厮杀的弟子们，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身形一闪，她人已经到了地面。落雪将手贴在地底，砰砰砰，底下的心跳声传了过来，还有一道苍老的声音，异常尊敬的在落雪脑海中响了起来：主人，您有什么指示吗？如果此时能有一个人听见这道声音的话，一定会吓得肝胆俱裂。这空岛竟然是活的，而且还在喊一个神秘女人叫主人。那个叫做袁洁的女人在何处啊？是否还活着？身后跟着她的两个女人听见这话，面色古怪的对视一眼，没想到首席竟然还想着那个女人不成。袁洁
他们都知道，是首席第一次在空岛失恋中亲自看上的人，是唯一一次落雪出手干预了。他竟然操控着地精华送到了那个叫做袁洁的女人手上，可那个女人竟然被一个男人所蒙蔽，为了爱丧了自己的心智，结果地精华就被那么一个卑劣的男人拿到手上。当时他们记得要出手惩治那个男人的时候，却被落雪拦了下来。不必打磨璞玉之前，椎骨之痛反倒是能让他变得更加圆顺，更加坚毅。没想到首席这次竟然还对那个袁洁念念不忘吗？在的，没有死。空岛苍老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波动。主人，是否要看他？看。落雪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灵力屏幕，巨大屏幕当中露出了一个正在沸腾着滚滚热气和肉汤的铁锅。能一整个月保持一个表情不露丝毫情绪的落雪，第一次脸上出现了一丝丝类似于困惑的神情。来，你先吃，小心烫啊。说完还乐呵呵地对旁边的于绵绵说着，赶紧吃完，我们拿完这边的宝贝就去找地精华。不过地精华可能已经被人找着了，那我们去抢。这个也不是不行，咱们可以拿咱们的宝贝去勾引了拿地精华的人，一旦那边的人把持不住想要抢劫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反向抢劫了。落雪脸上那一丝丝困惑直接转化为了裂开的惊愕，才几年不见，他为何变成了这样？落雪身后那两人惊呆了，这是袁洁吗？他怎么变成了这样了？落雪受不了这个刺激，他连地精华之争都不想看了。我要过去看看袁洁。我们也去。另一边，一念终于喝上了热腾腾的肉汤，正吃着呢，小苗忽然来了一句：出来啦！袁洁他们才抬起头呢，一念就咻的一下人已经到了小苗身边，生生土剧烈震颤起来，一棵翠绿色五叶草直接从地下钻了出来。钻出来那一瞬间，充沛的灵力竟然猛地往外面窜着，那浩大的声势，剧烈的动静，简直就要将快来呀，我这里有宝贝这个信息传递到空岛每一个人手上。袁洁面色大变，刚赶过来的落雪三人也是面色大变。灵藤叶为何在此？谁种的？这可比地精华还要珍贵100倍，就算是落雪本人也只有1颗而已。这就不该是投放在空岛上的东西啊！没错，空岛上所有的天才地宝的种子全部都是他们投放的，为了在这些人夺宝的过程当中能筛选出一些好苗子。哪个天杀的把灵藤叶的种子撒进来了？撒下来也就算了，竟然还发芽了。想当年落雪用的可是比生生土还要好千百倍的土啊，也才破壳长出1颗。现在面前这颗灵藤叶是没有脾气的吗？它不要面子的吗？竟然在这种贫瘠的土壤当中长得这么好。可他们也没有办法干预空岛上的事情，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念拿到这个灵藤叶。灵藤叶的灵力爆发会让很多人被吸引过来，他不一定是……话都没说完，他就看见一念从兜里掏出来之前那个想当一念的爹的叶安送他用来屏蔽魔元素的法器，法器一照，灵力果然被隔绝了。落雪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一口气下不去，甚至隐隐有种想吐血的欲望。一念戳了戳那个五叶植物，这什么东西啊？怎么看着丑不愣登的？那灵藤叶仿佛也是察觉到了一念话语当中的鄙视感，他浑身发起抖来，然后一念就看见了一截小枯藤，竟然就这么长出来了。咦，这枯藤看起来更丑。就这，三人气到发抖，这个女人实在是太不识货了。灵藤叶最重要的地方不在叶，而在藤。一般来说，叶子出来之后还要再过2天，脾气贼大的灵藤叶才会慢吞吞地长出一点点藤。可现在呢，落雪脸上的表情烈得不要不要的，尤其是在他看见灵藤竟然是紫色的时候，他更是忍不住差点对一念拔刀了。哇，念念你发了，竟然是紫色灵藤！落雪心疼的表情一怔，这个妖草兽竟然认识灵藤叶，怎么可能呢？灵藤叶只存在于他们那。小苗直接把灵藤一卷，那灵藤竟然就和活了一样，直接缠绕在一念的手腕上，变成了一个灵藤镯。紫色灵藤是最高品质的，快用你的精神力打上精神烙印，它刚出生，等它再大点你就烙印不上了。一念对小苗还是很信任的，立刻把一丝精神力沉入了紫藤镯中。下一刻，一念却被实实在在的镇住了，因为这个东西竟然自成一个空间。可能是它还太小，或者一念自己的精神力太弱了，所以里面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也就是4张床拼起来那么大，而周围都是浓雾。一念试着往外面走着，又被雾气给推了回来。田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泉眼中的清泉竟然看起来比生生土还要滋养。一念取了一勺抿了一口，
充沛的灵力直接在他嘴中炸开。爷爷，你见过这个东西吗？没有，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一念看见自己的精神力飘荡在空中，缓缓地凝结成一个光团，这光团竟然还有心跳声，这就是烙印吗？捡到宝了。一念就算没有见过，也知道这个东西绝对比那个地精华要值钱。地精华用一次就没有了，但这个空间灵泉是不一样的，这是能够永久使用的，而且里面的灵力和空岛一样浓郁，以后他就可以天天在灵力这么浓郁的地方修炼了。一念越想越高兴，可天空上那个光团却缓缓地和他的一丝精神力融合了，然后在一念仿佛见了鬼一样的神情当中，直接对他飘了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等扒拉上一念之后，一念就发现自己身上的灵力和精神力还有魔元素竟然同时被这个小东西吸了过去。一念终于慌了，爷爷爷爷，他吃我！一满从狱里飘了出来，瞪着眼睛惊讶道：这东西我也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这个诡异的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而此刻湖边袁杰他们也急死了，那紫藤镯还在一念的手上戴着呢，但是一念整个人闭着眼睛，像是灵魂出窍了一般，玉面面都快急哭了。这怎么办啊？念念怎么喊都不应声啊！小苗蹲在一念肩膀上，努力安抚大家：不要慌，念念是在和林卓培养感情呢。躲在不远处看着的落雪神情更加郑重了几分，那个小东西竟然还知道紫藤镯会有镯灵。太子，出来！很快，一个穿着金色衣袍的少年就出现在落雪身边了，他便是落雪的紫藤镯的镯灵了。落雪当时给他取名太子，实在是因为当时才只是一个小儿童的他太过傲气了，人家王子公主都没他难伺候，但能有什么办法呢？紫藤镯乃是绝世珍宝，他除了供着还能做什么呢？你叫我出来做什么？你这段时间都没有喂饱我，还不如让我睡一觉呢，免得我一饿，镯子里面的空间都坍塌了。我喊你出来是让你看看别的镯灵。镯灵？我便是这世上唯一的镯灵了，而且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已经滚到舌尖的话一下就说不出口了。怎么可能？你们用什么东西喂的种子？你们莫不是用神仙土了？这得需要多少神仙土才能供奉出来这么一颗种子？可惜落雪却指着一念脚底下那一堆生生土，看，就是那个。就这？不，我不信。这就好像一个从小拿到最好资源的孩子，终于让自己养出了一身白白嫩嫩的肉。他正得意的时候，就看见旁边一个挖着泥巴啃着树皮的小孩，竟然比他生得更好，更金尊玉贵，这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灵物都不能接受啊！可现实根本就不给太子反应的时间，因为一念动了。一念终于从那个世界当中挣脱了出来。袁杰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看见刚醒过来的一念一脸自己的尾巴被踩的样子，直接从原地蹦得高高的往外跑着。别跟着我，走开走开！落雪脸色一抽，这是一念那个镯灵要出来了。可是怎么一念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当时他的太子吸收够了灵力，从空间里出来时，他可是被拍着脸出来的，这还不算，还得舔着脸过去讨好他。太子还挑食，得他用最好的天材地宝一口一口的追着屁股后面喂呢。对他自己身上的灵力，那根本就是看不上。但很快一念就让他明白了为什么他是这个反应。只见一个光团冲了出来，一念的镯灵还没有成型，但他很热情，他死死扒着一念大腿，被一念一脚蹬了出去。他在干什么？怎么能那样对待镯灵呢？那肉团才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他就觉得好香啊！一念身上太香了，他使劲的吸，一念身上的灵力和精神力都被他吸得飙出来，嗷呜一口吞下去。镯灵依然觉得不够呢，魔元素还是一念死活镇压着，才没有被吸出来，不然他真要来一个当众掉马了。那光团仿佛是吸够了灵力一样，终于砰砰两声，那光团当中伸出了手脚，还有一颗光秃秃的脑袋。看出一念对自己的抗拒，他捏着自己的胖手指，委委屈屈地开口喊着：娘亲。自己有朋友说，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推荐使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剧，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他们一族就应该是高傲的，被人捧在手心里面供养着的，不高兴了就塌了空间玩玩。还有，怎么能不挑食呢？镯灵一脉都是很挑食的呀。别跑了，镯灵认你为主，呸，认你为娘也是一样的。它融了你的精神力和灵力而生，和从你肚子里面爬出来的没有区别呀。一念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你过来。镯灵立刻不捏手了，屁颠跑了过来。
娘亲，你身上好香啊！是好吃的气味，眼看着卓灵还要吃，你再吸我的，我就要被你吸干了。这还真不是空话。一念的天宫已经在一阵阵抽搐了，精神力池子一滴都没了。养孩子果然是从古至今最难的一个问题，太难养了，胃口太大了。可是我饿，我好饿。不能让它饿的，会影响紫藤镯的进化。这玩意儿还能进化呢？紫藤镯里的空间是能进化的，现在这镯子是融合了你的血肉、身躯和灵魂，你越强，镯子里面的空间就能越大。胖卓灵点点头，想冲过来抱住一念小腿，被拉拉直接推开了。讨厌！卓灵凶悍地举起手，想和拉拉打架，一念一手一个把他们拉到两边，头疼得更加厉害了。孩子越来越多了，主人念念这样的称呼还不会造成什么误会，但这句娘亲真的是一念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呢。小苗，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这可是连阴满都不知道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我的传承记忆里就有啊。传承记忆当中有紫藤镯，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妖草兽。还有一念这个女人，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一群什么东西啊？她目光落在骤然出现想和卓灵打架的拉拉身上，那是血凤一族的气息。血凤即便是在他们的世界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顶级灵兽，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小世界呢？落雪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卓灵也看见了一念。娘亲，你给我起个名字吧。猪仔，你能不能吃？猪仔这个名衬你，而且贱名好养活。一念一本正经的想要掩饰自己不擅长取名的尴尬，太子难受的几乎要停止呼吸了。他竟然要管一个比自己还有潜力的卓灵叫猪仔，奇耻大辱！好在最近有朋友说，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推荐使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剧，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行，不叫猪仔，什么都行。一念看着他，终于还是准备接受现实，自家的仔还能委屈了他不成？一念从空间当中掏出了许多肉干，递给吞吞，你先吃着吧。落雪看着一念递出来的那灵力稀薄到几乎没有的肉干，卓灵才不会吃这种东西呢。吞吞吃一念身上灵力，应该是因为他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正想着，就见吞吞一口咬住肉干，落雪看得头皮发麻，这都能吃吗？其实肉并不好吃，吞吞需要大量灵力，这肉连零嘴都算不上。但他不敢不吃，他的娘亲好像不是很喜欢他，一开始还踹他呢，他不能被赶走。其实这么多天地灵物近乎倒贴的往一念身边汇聚过来，一定是有他们各自的理由的，但可惜一念自己都不清楚他身上的异常。吞吞吃完一口肉干，立刻给一念献宝。娘亲，除了我能给你的空间提供灵力之外，我还有别的很大的用处呢。